穿越修仙世界，你成为了长生帝族的嫡子，老爹是当世天帝，爷爷是红尘真仙，就连家中的管事都是圣人修为。生在如此强悍的家族，你本可以躺平摆烂，却不想激活诸天打工人系统。系统让你前往异世界深处终结黑暗动乱。拜托，咱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干是你反手将异世界坐标上交家族，让天帝父亲带领大军亲自出征，一路轻松踏平异世大陆，静压黑暗至尊，终结动乱。系统结算那一刻，你对着系统说道：“有背景不用，那不是傻子吗？”此刻顾家殿堂，你深吸一口气，声音高昂：“父亲，孩儿有天大的喜事要禀报。”你爹来了兴趣，说来听听。父亲，就在刚才，孩儿在宫中静坐时，神魂激荡之下，竟于冥冥之中与一方陌生的世界产生了一丝微弱的感应。这话说的半真半假，但绝对唬人。感应到一方陌生的世界，你爹的眼神瞬间变了。身为天帝，他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了。渊儿，此事非同小可，你确定不是幻觉？孩儿起初也以为是幻觉，但那感应清晰无比，孩儿甚至能模糊地感知到那个世界的坐标，以及那个世界的一些基本情况。快说！你爹的呼吸都急促了一分。根据孩儿的感应，那方世界资源极其丰富，天地灵气浓郁。你先抛出一个巨大的诱饵，果然，你爹的眼神更亮了。但是你话锋一转，语气凝重：那个世界似乎正处在一场浩劫之中，有强大的存在正在疯狂伤害生灵，导致整个世界怨气冲天，世界本源都有崩溃的迹象。听完你的描述，你爹陷入了沉默。一个资源丰富的世界，一个正在发生内乱的世界，一个坐标明确的世界，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一场泼天的覆雨，一场足以让顾家迎来史无前例大发展的天大机缘。他猛地站起身，一步跨到你面前，伸出手搭在你的肩膀上，一股浩瀚无边的神念瞬间涌入你的体内，你心中一紧，表面却不动声色。片刻后，你爹收回了手，他感觉到你神魂深处确实萦绕着一股充满死寂与暴力的异界气息，与你描述的景象完全吻合，竟然是真的。你爹终于确认了，他看着你，眼神中充满无法言喻的惊喜、震撼和狂喜。他本以为生了个麒麟儿，没想到这个儿子带给他的惊喜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哈哈哈哈哈！你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仰天大笑起来，恐怖的天地气息冲天而起，搅动九天风云。好啊！他连说3个好字，用力拍着你的肩膀。我的好儿子，你真是为父的骄傲，是整个顾家的麒麟。你被拍的肩膀生疼，脸上却笑开了花。你爹激动的来回踱步，眼神越来越亮。不行，此事太过重大，已经超出了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范畴。他猛地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儿子啊，你干得漂亮！来人！随着他一声令下，殿外的2名护卫瞬间闪身入内，单膝跪地，持我天地令，前往家族禁地，唤醒老祖！唤醒老祖！2名准圣护卫身体猛地一震，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惊骇。老祖，顾家真正的定海神针，早已踏入红尘真仙之境的无上存在，不到家族面临灭族危机，是绝对不可能惊扰老祖沉睡的。今天家主竟然要唤醒老祖，2人不敢多想，颤抖着接过天地令，化作流光，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禁地。你站在原地，心里也紧张的砰砰直跳。天呐，玩这么大！你只是想让家族帮忙解决一个破系统，结果老爹直接把战略和武器给搬出来。红尘真仙啊，一滴本源便可压他万古，一根发丝便可斩断日月星辰，这种级别的存在，竟然因为你的一番话就要被从沉睡中唤醒，刺激，简直太刺激了。渊儿，你过来！你爹走到大殿上首的宝座坐下，对着你招招手，又指了指旁边的位置，那是在他家主宝座之下唯一的一个座位，代表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你没有推辞，坦然坐下。嫣儿，你爹看着你，感慨万千。为父一直以为你最大的天赋是修行，现在看来为父错了，你最大的天赋是你的气运，是上天对我们顾家的眷顾。生子当如顾渊啊！这位威压万古的天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你心里美滋滋，嘴上却很谦虚。父亲谬赞了，都是顾家气运昌盛，祖宗必有的结果。这话让你爹更加满意。就在父子俩低声交谈，规划着如何瓜分异世界时，整个顾家祖地突然剧烈的晃动一下，一股难以形容的苍茫、恐怖的气息从禁地的方向冲天而起。那气息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瞬间笼罩整个仙域。天穹之上，万道哀鸣，法则退避。整个仙域所有闭关的高手，在这一刻都骇然地睁开双眼，齐齐望向顾家所在的方向，满脸惊恐。这是真仙的气息！天啊，顾家的内卫竟然苏醒了！至尊殿内，你爹猛地站起身，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转头看向你，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动。渊儿，走，随为父一起去拜见你老祖爷爷。你跟着父亲化作神虹，急速飞向禁地。很快，2人便来到禁地外围。这里是一片被混沌气笼罩的古老山脉，深处隐约可见一座巨大无比的古老仙陵。你爹深吸一口气，整理衣袍，对着仙陵的方向深深弯腰行礼。孤灵天邪子顾渊有要事禀报，惊扰老祖清修，还望老祖恕罪。你也连忙有样学样，恭敬的躬身行礼。顾家子孙顾渊拜见老祖。就在这时，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从仙灵深处悠悠传来，那声音不大，却清晰的响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林天渊儿，何事扰我？回禀老祖，你爹的声音在神念加持下，清晰的传入仙灵。非是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实乃我顾家迎来一场天大的机缘。仙灵内沉默片刻，天大的机缘，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疑惑。你们进来吧。话音落下，笼罩在禁地前方的混沌气自动分开一条通道，直通仙灵大门。你跟在父亲身后，小心翼翼地踏上通道。很快，你们就来到仙灵大门前，大门缓缓敞开，门后的景象并非阴暗陵墓，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星空中央悬浮着一座古朴的青铜古棺，棺盖已经打开了一半。你爹领着你走到古棺前方100丈处，再次深深躬身。子孤灵天拜见老祖。子孙顾渊拜见老祖。行了，又没什么外人，起来吧。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你终于看清棺中之人的模样，那是一个身穿灰色麻衣的枯瘦老者，头发稀疏花白，脸上布满皱纹。老者的目光先是看了一眼你爹，然后便落在你身上。他发出一声
声轻移。渊儿这小家伙身上似乎沾染了一丝很有趣的气息，就连本仙都难以看透。你心里咯噔一下，没等你多想，你爹已经将你之前的话原本的向老祖复述了一遍。随着你爹的讲述，老祖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动容。你说渊儿能清晰地定位那方世界的坐标，正是。老祖沉默了许久之后，他那枯瘦的手缓缓抬起，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嗡，一幅浩瀚无垠的星图瞬间在你们面前展开。渊儿，老祖看向你，指出那个世界在何方。你点头，凭借着系统的导航，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指向星图上一片荒芜混沌区域中一个极其微弱的暗金色光点。爷爷，父亲，请看，那方世界就在此处。顺着你手指的方向，你爹和你爷爷的目光齐齐汇聚在那浩瀚星图的一角。青铜古棺中，那位被称为老祖的枯瘦老者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似乎穿透时空，跨越无尽的混沌，直接降临到那个暗金色光点之上。嗡，一股至高无上的仙道意志以星图上的坐标为引，瞬间跨越了亿万光年的距离。你只觉得脑海里的系统界面猛地一颤，发出一阵急促的警报。警告检测到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正在窥探任务。世界警告世界坐标已暴露，系统正在启动最高级别隐匿协议，隐匿失败，警告系统底层逻辑正在被解析。你心里咯噔一下，天呐，老祖宗这么猛的吗？人还在家坐着呢，神念就直接摸到玄天大陆去了。不知过了多久，老祖的目光终于从星图上收回来，他缓缓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味着什么。呵呵，一声轻笑从青铜古棺中传出，笑了就代表有戏，有意思，真有意思。老祖再次睁开眼，目光落在你身上，那眼神里多了一抹浓浓的惊奇。怨气冲天法则，哀鸣确实是一方即将走向毁灭的大界。他肯定了你的说法，你爹激动的拳头都握紧了。但是老祖话锋一转，在那无尽的死寂与毁灭之中，我又闻到了一股无比甘甜的芬芳，那是世界本源成熟到极致，即将腐烂前所散发出的最后香气。那个发动动乱的家伙，他在用亿万生灵的金色液体与灵魂去催熟整个世界，想在世界彻底崩毁前一口吞下所有的果实。这种等级的世界本源，若是能完整吞下呵呵灵天，你距离为父的境界或许就能更进一步了。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你爹脑海中炸响。更进一步，天地之上，那便是红尘真仙。父亲，你爹的声音都带上了颤音。我更好奇的是，渊儿，你是如何感应到这个世界的？来了！你连忙按照早就准备好的说辞，不卑不亢的回答。回爷爷的话，孙儿也不甚清楚，只是在成人礼之后，感觉自己的长生仙体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有一个声音指点着我，向我发起求救，向你求救。老祖闻言，非但没有怀疑，反而抚掌大笑，哈哈哈哈！说得好，不是你在感应他，而是世界在呼唤你。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老祖看着你，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欣赏和满意。灵天，你之前说渊儿是我们顾家的麒麟儿，我看你说错了。你爹一愣，只听老祖一字一句的说道：“他不是麒麟，他是上天赐给我顾家的祥瑞，是应运而生的大气运者。那方世界为何会向他求救？因为他的长生仙体与那方世界的大道产生了共鸣，因为他的气运足以承载一个世界的最后希望。”老祖的目光扫过星图上那个暗金色光点，眼神变得锐利无比，充满不容置疑的霸道。一个主动送上门的世界，一座即将成熟的无上道果，一个应运而生的家族祥瑞，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传我先令。老祖的声音瞬间变得威严而肃杀，召集所有在族的长老，一刻钟内到至尊殿议事，告诉他们我顾家要出征了。当老祖那句我顾家要出征了说出口的瞬间，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从那具枯瘦的身体中轰然爆发。你爹浑身一震，体内的天地本源都在沸腾。孩儿，遵命。渊儿，老祖的目光再次落回你身上，变得柔和了许多。你这次为家族立下了不世之功，等议事结束，爷爷我亲自为你筑基，亲自为你筑基。你的心脏猛地一跳，这可是红尘真仙啊，由一尊活着的仙人亲自为你这个尚未开始修炼的凡人筑基，这是何等逆天的待遇！多谢爷爷。你压下心头的狂喜，恭敬行礼。你赌对了，这波叫反向利用系统，去吧。老祖挥了挥手，灵天，带渊儿去至尊殿，我随后就到。你跟着父亲走出仙灵，他那蕴含着无上威严，又夹杂着无比兴奋的声音，传遍了整个顾家神岛。传家主令，所有在族的长老，一刻钟内速至至尊殿议事，任何人不得缺席，违令者按族规处置。轰！这道命令瞬间在整个顾家掀起滔天巨浪，无数闭关的强者从洞府中冲出，化作一道道神虹，向着至尊殿的方向急速飞去。征伐一解，这4个字让整个顾家神岛彻底沸腾了。你跟在父亲身后，不急不缓地飞向至尊殿。一路上，所有见到你们的顾家族人，无论是辈分多高的长老，还是修为多强的护法，全都停下脚步，对着你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拜见家主，拜见少主。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好奇，还有一丝狂热。所有人都不是傻子，这件事绝对和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感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敬畏目光，心中也是感慨万千，畅快，实在是太畅快了。来到至尊殿前，10几道气息渊深如海的身影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正是长老团的成员，为首的大长老顾灵江。看到你时，竟然带着7名18境至尊境的强者，齐刷刷地对着你，深深地弯下了腰。他们已经收到真仙爷爷的消息，我等恭迎少主8位18境至尊境，平日里跺跺脚仙域都要震3震的人，此刻却集体对着你一个还未修炼的少年行如此大礼。你爹脸上露出无比自豪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受得起这一拜。你上前一步，微微欠身还礼，语气谦逊，诸位叔伯不必多礼，顾渊愧不敢当。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让在场长老们心里都舒服不少。哈哈，渊儿谦虚了。性格豪爽的红发至尊顾导，也就是你的三伯，满脸赞赏，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大殿之内气氛庄严肃穆，你爹坐上主位，看着
着下方的长老们，沉声道：“想必大家心中都有疑惑，我为何会突然唤醒老祖？”他没有卖关子，一字一句的说道：“因为我顾家发现一方全新的、资源极其丰富，并且正处于内乱之中的高等玄幻世界。”轰！尽管心中早有猜测，但当听到肯定的答案时，所有长老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和震惊。你爹抬手，嘘嘘一压，大殿内瞬间安静，他的目光落在你的身上，眼神中充满自豪和宠溺。渊儿，过来，坐到这里来。你爹对着你招招手，指了指自己身旁那个代表着一人之下的空位。全场皆惊，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凭借这份不世之功，完全有这个资格。你也没有推辞，坦然的走过去坐下。就在这时，你爷爷顾家老祖那道枯瘦的身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家主宝座之上，所有人都神情一肃，齐齐起身行礼，恭迎老祖。都起来吧！老祖沙哑的声音响起，今日召集尔等前来，只为一事。老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的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自今日起，我顾家进入最高备战状态，所有在外游历的族人即刻召回，所有必死关的太上长老全部唤醒，家族宝库全面开放，一切资源优先供应此次出征。一道道法旨从老祖口中发出，不容置疑，果决无比。他将整个征伐异界的庞大计划有条不紊的分配下去。大殿内的所有长老都领到自己的任务，一个个摩拳擦掌，激动不已。最后，老祖的目光落在了你的身上，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老祖的目光落在你身上，整个至尊殿若真可闻。你也有点紧张，内心却火热一片。就在你胡思乱想之际，老祖那苍老而威严的声音缓缓响起：“顾渊，孙儿在。”你连忙起身，老祖看着你，笑呵呵地问了一个问题：“渊儿，你可知我顾家为何要征伐异界？”你斟酌片刻，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回爷爷的话，孙儿以为是为了让我顾家的荣光能够照耀万古，永不熄灭。”然而老祖却摇了摇头：“你说对了一半。”他伸出一根枯瘦的手指，指向大殿中的所有人：“我们征伐，我们掠夺，我们让家族变得强大，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老祖的声音顿了顿，目光最终回到你身上，变得无比柔和，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不必像我们一样在困难中挣扎求存，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更高更远的风景，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生来就在终点，并且可以决定谁是引领者，谁是跟随者。一番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所有长老都浑身一震，眼神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你爹更是虎目含情，他明白了，父亲这是在为你铺路，是在用一场对外征伐来为你的崛起献上最盛大的贺礼。也彻底呆住了。你本以为自己只是利用家族的力量去规避风险，却没想到在家族这些顶尖存在的眼中，顾渊本身就是家族最大的利益。这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从心底涌起，传遍四肢百骸。这就是家人吗？这就是背后有人的感觉吗？所以，渊儿，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关于这次出征，你的任务不是去冲锋陷阵，也不是去运筹帷幄，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心修炼，成长起来，然后去享受这场为你准备的盛宴。那个世界的一切，它的资源，它的本源，它的法则，都将是你的囊中之物，是你踏上仙道之途的基石。至于那些所谓的黑暗至尊，所谓的动乱源头，老祖的语气变得轻描淡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我们会帮你扫清一切障碍，只需要在战争结束后去接收胜利的果实就够了。轰！老祖的话如同一枚枚炸弹，在所有人心中炸响。这也太震撼了！举全族之力发动一场跨界战争，只是为了给一个还没开始修炼的少年当礼物。你的三伯顾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憋出一句：天哪，还能这么玩！他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羡慕，你爹更是激动的满脸通红，猛地站起身，对着老祖深深一拜。父亲深谋远虑，孩儿替渊儿谢过父亲。而你此刻已经彻底懵了，你的任务是享受，闹呢？你辛辛苦苦，又是找借口，又是演戏，把全家都动员了，结果到头来，你的任务就是坐享其成。这也太舒服了吧？怎么，渊儿你不愿意？老祖看着发呆的你，笑呵呵的问道。愿意，孙儿愿意。孙儿愿意的不能再愿意了。你一个机灵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开玩笑，这种好事傻子才不愿意。好了，老祖摆了摆手，既然议定，那就各自去准备吧。他看了一眼你，眼中满是慈爱。渊儿，你留下，我答应过你，要亲自为你筑基。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的静修之地来住，直到你踏入修行之路。一尊活着的真仙，要当一个凡人的贴身导师。大殿内的长老们再一次被震惊了，他们知道一颗未来的无上巨星正在他们眼前冉冉升起。是爷爷，整个顾家这台沉寂几十万年的古老战争机器开始以一种恐怖的效率疯狂运转起来，而你则被你那位真仙爷爷带到了顾家禁地青铜仙关所在的内宇宙。爷爷，我们就在这里筑基吗？你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呵呵，当然不是在这里。老祖指了指那口悬浮在宇宙中心的青铜古棺，去那里啊，去棺材里。你傻眼了？怎么又不愿意了？老祖斜了你一眼，愿意，当然愿意。你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开玩笑，这可是真仙的仙关，里面肯定别有洞天。你纵身一跃，跳入青铜仙关之中，只见棺材里是一片混沌，在混沌气的最深处，约有一方3尺见方的青色莲台，正在缓缓旋转。此乃混沌青莲的莲台，开天辟地之初便已存在。老祖的声音悠悠传来，去吧，坐到莲台上去。混沌青莲的莲台，你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你不再犹豫，盘膝坐上莲台。嗡！就在你坐上莲台的刹那，整个莲台猛地一颤，绽放出亿万道青色神光。今日我便以混沌为炉，以仙火为锤，为你重铸仙基，再造道体。老祖宏大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下一刻，无尽的混沌气流疯狂地向你的身体涌来，压重难以想象的重压瞬间席卷全身。你感觉自己的骨骼在重组，本源在不断再生啊！你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忍住！老祖的声音如重锤敲在你心头。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连这点考验都承受不住，还谈何超脱大道？你猛地清醒，一缕跳动着七彩光芒的仙火落入青铜仙关之中，化作一片火海，将你和莲台彻底吞噬。混沌气为能量，仙火为锤炼，你的身体在仙火的煅烧下开始发出璀璨的光芒。你丹田的位置，一个巨大的
漩涡正在缓缓形成。版本原境，修是修行的第一个境界，在你的丹田漩涡之中，一道道金色的神息开始不断的凝聚、诞生。1万道、5万道、10万8千道。当神息的数量达到理论极限的刹那，整个内宇宙都为之震动。然而这还没完，那漩涡依旧在疯狂旋转，金色的神息依旧在源源不断的诞生。11万道、15万道、20万道。老祖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震撼之色。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奇才？好，老祖不禁反喜，仰天大笑，不愧是我顾家的祥瑞。既然如此，那老夫今日便再助你一臂之力。他猛地呼出一口至纯能量，一滴蕴含真仙精华的金色液体瞬间没入你的眉心。轰！你的身体如同被投入了核心能量的太阳，瞬间爆发出亿万丈神光。你丹田内的神息数量开始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疯狂增长，30万、50万、80万、100万。当神息的数量最终定格在100万道的时候，所有的神息猛地向内一缩，凝聚成一尊金色的神祇。那神祇盘坐在漩涡中央，宝相庄严，面容与你一般无二，万古第一。版本原境，凝聚100万神息，化生本命神祇。这已经不是打破神话了，这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神话。老祖看着这一幕，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他知道自己亲自为顾家创造出一尊真正的妖孽。青铜仙棺内，混沌气渐渐平息，仙火也缓缓散去。你盘坐在青色莲台之上，感受着体内那股仿佛可以撕裂天地的爆炸性力量，整个人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你缓缓睁开双眼，轰，2道金色的神芒从你眼中爆射而出，洞穿层层混沌气。天呐，你自己都吓了一跳。你从莲台上站起，对着棺材外的老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多谢爷爷为我筑基，此等再造之恩，孙儿永世不忘。呵呵，起来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老祖笑呵呵地扶起你，你这小子倒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从今天起，你便是我顾家当之无愧的万古第一天骄。你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兀地在你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生命层次发生跃迁性改变，警告警告，宿主根基数据溢出，超出系统可计算上限，系统模块发生未知冲突，正在尝试重启，重启失败。一连串急促的警报音和乱码在你脑海里疯狂刷屏，你愣住了，都快忘了这玩意儿了。新手任务已更新，主线任务1，在黑暗动乱中存活下来，已完成。奖励至尊骨可分配乘以3。主线任务2，杀死一尊黑暗至尊，已变更。新任务见证一尊黑暗至尊的陨落。终极任务终结此次动乱，已变更。新任务见证此次动乱的终结。系统啊系统，你总算是开窍了。你心里给系统点了个赞。叮，新手任务奖励至尊骨乘以3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可随时提取。奖励都直接发了。你心念一动，摊开手掌，嗡，3块神光湛湛，倒影隆隆的至尊骨凭空出现，悬浮在你的掌心。老祖看了一眼，略感诧异，天生道骨，而且还是3块，你这气运倒真是奇特。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你气运鼎盛，天地大道主动馈赠的祥瑞。还行吧，就是感觉有点多余。你掂掂手里的3块骨头，随口说道。老祖听到这2个字，眼角不禁抽了抽。天生道骨，无数天骄梦寐以求的东西，到你这就成多余的。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孙儿是以混沌青莲台为基，以真仙仙火和能量淬体的存在，他自身的骨骼早已超越所谓的道骨，这几块至尊骨对他而言确实算不上什么。7天时间，弹指一挥间，顾家神岛的上空，一座横跨万里的巨大门户巍然屹立于宇宙星海之间。仙门之下，密集的人海早已集结完毕，那冲天的杀伐之气几乎将仙域的天穹都染成了一片肃杀。整个仙域所有不朽的势力全都被惊动了。顾家动了，他们想干什么不知，但能让他们摆出这等阵仗，所图必定不小。约束族人不要去惹顾家的麻烦。一时间，整个仙域风声鹤唳。你跌顾凌天身着地袍，屹立于至尊殿前，冷哼一声，天地威压轰然爆发。那些隐藏在虚空深处试图窥探的无数神念，在这一瞬间纷纷崩碎。顾家演武，闲杂人等退避。你爹霸道无匹的声音响彻仙域，昭告四方。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身看向你和你爷爷。父亲，渊儿，爷爷，父亲，我也想去。你看着那壮观的场面，只觉得体内的本源都在沸腾。这么刺激的事情，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怎么可能待得住？不闹！你爹眉头一皱，骆冰瑶的呼吸都快停滞了。悟道古茶树，那不是只存在于最古老神话中的天地灵根吗？还不要！你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人怎么这么慢？你有些烦躁的划了一下，摸出一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玉瓶，直接丢到骆冰瑶的怀里。这个给你，里面有10颗破圣丹，圣境之下的人吃了，能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没什么副作用。你那把破剑，本少主就当是买了。说完，你也不等他反应，直接伸出手，一股无形的力量卷起，骆冰瑶手中的诛仙剑便不受控制的脱手而出，轻飘飘的落入你的手中。骆冰瑶下意识的抱住怀里的玉瓶，整个人都傻了。破圣丹，圣境之下，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这种逆天的丹药，他就这么随手丢过来了，还一给就是10颗，就为了换自己这把残破的诛仙剑。这哪里是交易，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赏赐。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感在骆冰瑶的心中炸开。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玄天大陆最顶尖的存在，可直到今天，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贫穷。剑倒是不错，就是残旧了点。你拿着诛仙剑掂了掂，三伯，你回头喊了一声：“哎，渊儿，啥事？”你三伯顾到屁颠的跑过来，这把剑麻烦帮我找个炼器师给我修修，再加点好料，弄得漂亮点。你随手将诛仙剑丢给他。好嘞。你三伯接过剑，随即瞥了一眼旁边还处于石化状态的骆冰瑶，嘿嘿一笑：“渊儿，这小妞怎么处置？我看她根骨还行，要不也给你抓回去当个侍女。”侍女？骆冰瑶浑身一震，从石化状态中惊醒过来。我堂堂玄天女帝，竟然要沦落到给人当侍女的地步吗？她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的陷入掌心，不甘，但最终都化作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反抗？拿什么反抗？侍女？你看了她一眼，不得不说，这女人底子确实不错。不过你身边的侍女已经够多了，暂时不想再加人。算了，我那不缺人，你摆了摆手，兴趣缺。不过你话锋一转，摸了摸
摸下巴。这个世界现在被打得破破烂烂，连个能管事的人都没有。我看你好像是这个世界里修为最高的了。骆冰瑶心中一紧，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回阁下的话，小女子骆冰瑶是玄天大陆人族的女帝啊。你点点头，行吧。既然你是女帝，那以后这个世界就交给你来管了。你随口说道，就像是在安排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什么？骆冰瑶再次愣住。他说什么？把这个世界交给我来管？我的意思是，从今天起，骆冰瑶就是我顾渊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你有些不耐烦地解释道，你的任务就是帮我管理好这个世界，恢复秩序，安抚生灵，顺便帮我搜集一下这个世界有什么天才地宝、好玩的东西之类的。当然，你也不是白干，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有我罩着你，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横着走，谁要是不服，你就报我的名字。你双手抱胸，下巴微抬，姿态拿捏得足足的，给你个机会，当我的追随者，怎么样？干不干？追随者、代理人，骆冰瑶的大脑已经彻底无法思考了，震撼来得太突然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最好的下场就是被抓去当个卑微的侍女，却没想到对方非但没有伤害他，反而给了他一个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承诺。怎么还不愿意？你眉头皱了起来。我告诉你，想当我顾渊追随者的人，从仙域南天门能排到北天门去，给你这个机会，是看你还算顺眼，别不识抬举。骆冰瑶浑身一颤，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是他自己，也是整个玄天大陆唯一的机会。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对着你单膝跪地，右手抚胸，行了一个玄天大陆最庄重的礼节。骆冰瑶愿追随少主，至死效忠，永不背叛。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苦苦支撑、孤立无援的玄天女帝，她是长生帝族，万古第一天骄，顾渊少主的追随者。很好，你满意地点点头，总算找了个得力的助手。你从储物戒指里又掏出一块刻着不字的令牌，丢给他，这是我的身份令牌，你拿着，以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捏碎它，我会派人来帮你。另外，别叫我少主了，听着别扭，叫我公子就行。是公子。骆冰瑶双手接过令牌，如获至宝。行了，没什么事你就先去忙吧。你挥了挥手，对了，记得把你手下那些残兵败将都召集起来，我三伯他们挖出来的这些杂物，哦不是战利品，还得找人搬呢。骆冰瑶他看了一眼那片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藏天土地，以及周围堆积如山的任何一件拿出去都足以让强者疯狂的神材宝药，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些都是杂物。这位公子对杂物的定义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不过他不敢多问，只能恭恭敬敬的应道：是公子。冰瑶这就去办。说完，他便起身，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飞去。只是这一次，他的背影不再是决绝和悲壮，而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干劲。骆冰瑶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人族最后的聚集地天玄圣地。当他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时，下方留守的数万名人族修者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是女帝，女帝回来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圣主颤巍巍地飞上前来：陛下，您终于回来了。藏天谷地那边，骆冰瑶看着眼前这些关切的子民，深吸一口气，朗声宣布：诸位，听我说，肆虐我们玄天大陆数百年的黑暗动乱已经结束了。轰！他的话如同一道9天神雷，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整个天玄圣地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欢呼声。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得救了！无数人相拥而泣，老圣主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外神人又是何方神圣？骆冰瑶将自己在藏天谷地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众人。当听到那些不可战胜的黑暗至尊被轻而易举的平定，当听到连黑暗古皇都被一拳镇压，抓去当坐骑时，所有人都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陛下，您的意思是，我们玄天大陆被那些天外神人拯救了？可以这么说。骆冰瑶点点头，神情变得无比庄重。从现在起，玄天大陆已经易主，他的新主人是一位名叫顾渊的公子，而我骆冰瑶已经宣誓效忠于公子，作为他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这番话一出，众人再次愣住，世界易主了，女帝陛下向别人效忠了。陛下，这怎么可以？一名年轻将领忍不住站出来反对，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黑暗动乱，怎么能又屈居人下？放肆！老圣主厉声喝道。骆冰瑶看着众人的反应，似乎早有预料，他平静地看着那名年轻将领：张将军，我问你，若非公子和他麾下的将领，我们能战胜黑暗古皇吗？张将军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我们能平定黑暗动乱吗？张将军的头埋得更低了。我们能让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恢复生机吗？张将军沉默了。骆冰瑶的目光扫过所有人，声音变得高昂而有力：都不能。是公子给了我们希望，是他给了这个世界新生的机会。你们觉得向他效忠是屈辱吗？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屈辱，这是荣耀。能够追随在公子那样的伟大存在身后，是我们整个玄天大陆8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所有人都低下头，脸上露出羞愧之色。骆冰瑶看着沉默的众人，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你赐下的那个玉瓶。我知道大家心里可能还有疑虑，但当我让你们看到公子随手赐下的小玩意时，你们就会明白我们与他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他打开玉瓶，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浓郁丹香瞬间笼罩了整个天玄圣地。所有闻到丹香的人，体内的伤势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一些卡在瓶颈多年的修士，甚至感觉修为都有了一丝松动。这是什么神丹？老圣主骇然。骆冰瑶倒出一粒丹药，托在掌心。此丹名为破圣丹。公子说，圣境之下，服用1颗便可无视瓶颈，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什么？这一次，就连老圣主都再也无法保持镇定。骆冰瑶将目光落在了那名年轻将领身上。张将军，你如今是13境神王境巅峰，对吗？张将军点点头。这颗丹药便赐予你。骆冰瑶将丹药递了过去。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服下它吗？张将军看着递过来的丹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被困在13境巅峰已经足足50年了，圣境是他梦寐以求的境界。末将不敢。张成浑身一激灵，单膝跪地。末将指
释，只是觉得太过匪夷所思。末将愿为陛下一试。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万一是真的呢？他不再犹豫，在数万道目光的注视下，仰头将丹药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和的暖流。什么都没有发生。人群中响起一声微不可察的叹息，不少人脸上都露出失望之色。果然，这世上哪有那么神奇的丹药？就在张成脸上也露出一丝苦涩笑容，准备向女帝请罪的时候，轰！一股恐怖绝伦的气息毫无征兆地从张成体内轰然爆发，金色的圣光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而起，天地间的法则疯狂地向他的身体汇聚而来。这是成圣之兆！老圣主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他真的要突破了！所有人都傻了，前后不过几息的功夫就要成圣了，这哪里是突破？这分明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中，张成缓缓升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困扰他50年的瓶颈，在那股药力面前如同纸糊的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捅破。圣境，这就是圣境的力量啊！张成仰天发出一声长啸，猛地睁开双眼，两道实质般的金色神芒爆射而出。他成功了，真的踏入14境准圣境，而且他的气息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稳定攀升。准圣境初期、中期，直到准圣境后期才缓缓停下。静，整个天玄圣地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呆地看着天空那道散发着滔天圣威的身影，大脑一片空白。神迹？不，这是神话！扑通，张成从空中落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着骆冰瑶身后空无一人的方向五体投地，重重地磕下去。罪将张成，叩谢公子再造之恩。从今往后，张成这条命就是公子的。他的声音不再有半分不服，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和虔诚。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骆冰瑶那句“这不是屈辱，这是荣耀”的真正含义。看着跪在地上的新晋圣人张成，在场所有的人族修者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们的眼神齐刷刷地看向骆冰瑶，充满和张成一样的狂热。扑通扑通，以老圣主为首，在场数万名人族修者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我等愿追随女帝陛下，我等愿为公子效死。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云霄。骆冰瑶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也是激荡不已。都起来吧！他抬了抬手，声音恢复女帝的威严。老圣主张将军，你们立刻整合所有将士，清点所有物资，天亮之前随我出发，前往藏天谷地。遵命，陛下。我们去藏天谷地做什么？一名长老好奇地问道。骆冰瑶看了一眼那片被挖得坑坑洼洼的禁区方向，嘴角勾起一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苦笑。去帮公子整理战场，搬运战利品。当骆冰瑶带着浩浩荡荡的人族大军赶到藏天谷地时，看到的是更加震撼的一幕：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出现在禁区原来的位置，巨坑边缘堆放着小山一般的各种神材、仙骨、古堡，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而你正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张神经打造的椅子上，脚边是那头乖巧的像个宠物的黑暗麒麟。公子，您要的人手我给您带来了。骆冰瑶硬着头皮上前行礼，他身后以老圣主和新晋圣人张成为首的数万修者，在看到眼前这幅景象时，集体失声。堆积如山的圣药、神经，任何一件都足以在玄天大陆掀起风雨，可在这里却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你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瞥了一眼他们。行了，来了就行。你指了指旁边那几座宝物堆成的小山，看到没？那些东西都是赏给你们的。什么？骆冰瑶和你身后的人族修者再次集体发懵。赏给我们了？公子，这太贵重了。老圣主颤声说道。别推辞，让你们拿着就拿着。你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本公子看不上这些东西，留着还嫌占地方。你们拿去，赶紧恢复实力，把这个世界给我管好。众人面面相觑。骆冰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是你在扶持他，也是在扶持整个人族。他没有再推辞，对着你深深一拜。冰瑶，待玄天大陆亿万生灵，谢公子厚赐，谢公子厚赐。身后数万人齐刷刷的跪下。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干活。你摆摆手，把剩下的这些东西都给我分门别类装好，然后送到我的车辇上去。是公子。有了那几座宝山的激励，人族修者们瞬间干劲十足，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上去，开始当起了快乐的搬运工。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你满意地点点头。三伯，调查好了吗？下一个禁区是哪？我们走。下一个是不死山。你三伯顾道从巨坑里飞出来，脸上带着兴奋。渊儿，我刚刚审问那头黑麒麟的本源，听说那不死山里藏着一株长生仙药，传闻吃了能让人受用无穷呢。长生仙药，你来了点兴趣，走去看看。你一声令下，九龙沉香辇再次启动，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不死山的方向飞去，只留下骆冰瑶和你的一群人族修者。看着被彻底清空的藏天谷地，心中五味杂陈。一个传承了数个纪元，让无数强者闻之色变的生命禁区，就这么消失了。不死山，玄天大陆另一处齐名的生命禁区。传说此山之中有神权不老，有仙药长生，但也盘踞着强大的存在。当九龙沉香辇降临在不死山外围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与藏天谷地截然不同的气息。这里古木参天，藤蔓如龙，浓郁的生命气息几乎化为实质的雾气。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之下，却隐藏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气息。有意思，你走出车辇，能感觉到自己的长生仙体对这里的气息产生一丝若有若无的排斥感，就好像遇到一个同类，但却是走了歪路的同类。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你三伯大喝一声，这地方有点邪门。你们踏入了不死山，刚一进山，地变陡升，周围的古树藤蔓仿佛活过来一般，化作一条条粗壮无比的触手，疯狂抽打而来，每一条都足以轻易镇压一尊普通的圣人。雕虫小技！一名天歌军校尉冷哼一声，手中天歌一扫，将数以万计的藤蔓化为齑粉。然而那些被斩断的藤蔓很快又重新化作生命能量，融入大地。紧接着，更多的藤蔓从地底钻出，仿佛无穷无尽。山林深处，一头头由山石、古木凝聚而成的石人、树妖也悍不为死地冲来。天歌军的将士们组成战阵，将一头头扑上来的怪物撕成碎片。但这些怪物和藤蔓一样，被打碎后很快又会重新凝聚，仿佛根本杀不死。三伯，这地方有点古怪。你看着这一幕，微微皱
皱眉，确实邪门。你三伯也面色凝重，这些怪物似乎与整座不死山连为一体，山的本源不灭，他们就能无限重生。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在不断的吸收我们将士散发出的生命力。他指了指那些看似浓郁的生命雾气，这些雾气有问题，他们在窃取生机。窃取生机。听到你三伯的分析，你眉头皱得更紧了。你的长生仙体对生命气息的感知远超常人，从一踏入这座不死山，你就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舒服。他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一种对生命的贪婪和渴望。渊儿，这地方太诡异了，不能再让将士们这么耗下去。你三伯看着前方战阵中，将士们身上那股生命能量确实在以一种微不可察的速度流失。天歌军的将士可都是顾家的宝贝，折损在这里，他回去非得被你爹责罚不可。这些鬼东西杀又杀不死，还会吸人生机，跟个吸人的蚊子窝一样，烦死人了。你三伯越说越火大，浑身的至尊气息不受控制的迸发出来。渊儿，你退后，看三伯我一拳把这破山给轰平了。说着，他就要显化出万丈法身，准备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等等，三伯，你连忙出声制止，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些无语的看着自己这位性格直接的三伯，我是说，这山既然叫不死山，肯定有它的玄妙，就这么一拳打没了，多可惜啊！你背着手看着远处那些不断重生的怪物大军，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审视。一个能自我循环，还能转化生机的生态系统，这玩意要是研究透了，说不定比直接打爆它价值更大。这不死山的运作模式，简直就是一个另类的循环系统。要是能把这套法则解析出来，融入到家族的护山大阵，那顾家的防御岂不是又能上一个台阶？我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你指着山脉深处，他们的源头肯定在山里，我们直接进去，把他的老巢给端了，不就一了百了了？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把这座山的价值最大化。你三伯听完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渊儿你脑子好使，不像我就知道动手。他转过身，对着天歌军团发出一声暴喝，所有将士听令，结玄天战阵，给老子一路撵过去！目标不死山核心，遵命！数千名天歌军将士齐声怒吼，身上的气息瞬间连成一片，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箭头，狠狠地朝着不死山深处穿透过去。轰！战阵所过之处，无论是石人还是藤蔓，全都在瞬间粉碎。一条由能量铺就的康庄大道，就这么硬生生的在不死山中被开出来。你则悠哉地回到车辇里，重新躺回万年暖玉软榻上。青儿和珠儿两个侍女连忙给你递上包好的灵果。公子，您尝尝这个，是刚从不死山里摘的长生果，听说吃了能增寿600年呢。你拿起那颗散发着诱人清香的果子，看了一眼，又随手丢到一边。一股子通过不正当手段转化的生命力，味道能好到哪去？你撇了撇嘴，一脸嫌弃。一旁的黑暗麒麟看到这一幕，眼皮子忍不住跳了跳。长生果啊，那可是不死山里最顶级的神物之一，这位小祖宗竟然嫌弃它味道不好。就在黑暗麒麟怀疑人生的时候，九龙沉香年猛地一震，停了下来。怎么停了？你坐起身，朝外面看去，只见前方的天歌军战阵也被迫停下来。在他们前方出现一片广阔的湖泊，湖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乳白色，湖面上飘着淡淡的薄雾，散发着比之前浓郁100倍的生命气息。而在湖泊的中央，有一座不过100米方圆的小岛，岛上生长着一棵通体碧绿、流光溢彩，仿佛由翡翠雕琢而成的小树，树上结着一枚拳头大小、形似婴儿的果子，那果子还在微微的呼吸着。每一次呼吸，整个湖泊的湖水都会随之涨落，一股让你都感到心惊的生命气息，正是从那枚果子上传来的长生仙药。你三伯那充满震惊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那就是长生仙药。你站在车辇上，眯着眼睛打量着湖心岛上那棵小树和树上那枚形似婴儿的果子，你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枚果子中蕴含的生命能量庞大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比你爷爷给你的那滴真仙本源还要精纯磅礴。这得是积攒了多少岁月，转化了多少生灵的寿元，才能铸就出这么一枚仙药？发了，发了！渊儿，我们这次真的发了！你的三伯顾到搓着手，激动得满脸通红，他死死地盯着那枚果子，那眼神充满了渴望。这绝对是传说中的人形仙药，而且看样子已经彻底成熟了。这能量给一位至尊服用，恐怕都能摸到天地境的门槛。他越说越兴奋，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那果子摘下来。不只是他，身后的天歌军将士一个个也都呼吸急促，眼神狂热。长生仙药，这可是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在这种连个正经至尊都没有的破地方，居然能孕育出这等众口，都给老子冷静点！悟道到底是至尊强者，很快就从狂喜中冷静下来。他一嗓子吼过去，让那些有些上头的天歌军将士们都打了个激灵。越是这种宝贝，旁边就越有厉害的家伙守着，都别给老子大意了！他目光凝重地扫视着那片诡异的乳白色湖泊，这湖水给我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三伯说的没错，你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这湖水有问题！你指着那片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湖泊，这湖水里蕴含的根本不是什么生命气息，而是最精纯的寿元。这座不死山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他用这些看似生机勃勃的景象引诱外来者进入，然后无声无息地盗取他们的寿元，最终都汇聚到这片湖里，用来浇灌这株仙药。你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盗取寿元，这比直接清场还要可怕！他娘的，好毒辣的手段！顾道听完也是一脸后怕，他刚才光顾着激动了，差点就着了道。要是他真的不管不顾冲过去，就算他是至尊，在这片专门盗取寿元的湖泊里，恐怕也得被扒掉一层皮。而以他至尊的寿元，恐怕眨眼间就能彻底催熟这株仙药，然后幕后黑手就可以摘果子了。还是你观察得仔细。顾道心有余悸地说道：“这长生仙体果然是玄妙多啊！他现
现在对自己这个侄子是越来越佩服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问道。要不我直接用法力把这湖水给他烘干了？别！你再次制止了这位直接的三伯。这湖水可是好东西啊！你看着那片乳白色的湖泊，眼睛里冒着金光，这是最精纯的兽源精华，虽然是通过手段得来的，但只要想办法净化掉，那就是最顶级的延寿神物。拿回去分给家族里那些寿元将近的老祖们，一人一口，起码能让他们多活几万年。这玩意对你自己没用，但你家大业大。对啊，你三伯一听，眼睛也亮了。这玩意简直就是为我们顾家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壶里就写着顾字呢。你点点头。三伯，还是先把那株仙药弄到手再说，这事交给我。顾道拍着胸脯，自告奋勇，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装神弄鬼。他一步跨出，来到湖泊边上，恐怖的至尊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朝着湖心岛碾压而去。给老子出来！轰！整个湖泊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然而湖心岛上却依旧一片平静。还不出来？顾道眉头一皱，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他冷哼一声，抬起手，一掌拍向湖面。这一掌足以震碎一颗星辰。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毁天灭地的一掌，在接触到乳白色湖水的瞬间，竟然无声无息地消融了，仿佛泥牛入海，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什么？顾道愣住了。就在这时，那平静的湖心岛上终于有了动静。那棵通体碧绿的小树无风自动，树叶沙沙作响。一道苍老、疲惫却又带着一股沧桑的悠远声音从岛上传来：哎，多少年了，又有人来打扰我的清静，外来者离开吧，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长生不是你们能够窥探的禁忌。李三伯听到这声音，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战意更加高昂。藏头露尾的家伙，给老子出来！三伯，等等！你却再次拦住了他。你看着湖心岛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出来聊聊吧，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湖心岛上沉默了片刻。交易？那苍老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冷漠。你能有什么？是无需要的，我能给你真正的长生。你一字一句的说道。这话一出，不光是湖心岛上的存在，就连你三伯和那头黑暗麒麟都愣住了。给你真正的长生，你是不是有点说大了？长生那是连真仙都在苦苦追寻的终极大道，你一个扳本元境的小修士，凭什么敢说这种大话？然而你却是一脸的自信，因为你知道对方这种靠掠夺寿元苟延残喘的状态，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长生，那只是一种可悲的续命手段。而你背后的顾家却有希望让他看到真正的长生之路。果然，在你这句话说出口后，湖心岛上的那个存在沉默了更久。许久之后，呵呵一声轻笑传来，有意思的小家伙，你进来吧，就在这里等你。话音落下，那片乳白色的湖泊竟然自动从中间分开，让出一条直通湖心岛的通道。渊儿，不可！看到湖水自动分开，你三伯脸色一变，立刻拦在你身前。这老怪明显没安好心，谁知道这湖里有什么陷阱？太危险了！三伯，你慌什么？你却是一脸无所谓，轻轻推开挡在身前的他。有你这位至尊强者在这儿给我保驾护航，还有什么危险的？再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你三伯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啊，有自己在这里，谁能伤到渊儿？那你小心点，跟紧我。你点点头，迈开步子，悠哉地踏上那条通道。你三伯连忙跟上，浑身紧绷，随时准备雷霆一击。那头黑暗麒麟犹豫一下，也跟了上去。一踏上通道，你就感觉到周围那股盗取寿元的力量瞬间强烈了千百倍，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撕扯你的神魂，想要将你的生命本源从身体里抽离。但他们似乎受限于主人的吩咐，只敢远观，不敢靠近。通道不长，很快你们就走到了湖心岛上。岛上很小，除了那棵人形仙药小树，就只有一块青色的巨石。一个身穿灰色道袍、白发苍苍、面容枯槁的老道正盘膝坐在青石之上，他的气息若有若无，仿佛与整座不死山融为一体。18境巅峰的至尊，你三伯在看到老道的瞬间，瞳孔就是一缩。这老家伙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你来了！老道缓缓睁开双眼，那是一双浑浊的眼睛，里面只有无尽的岁月沧桑和死寂。他的目光越过你三伯，直接落在你身上。长生仙体，呵呵，真是怀念的气息啊！果然是你。你看着老道也笑了。自我介绍一下，老夫道号长生，乃是上个纪元这方世界初诞生时第一位正道者，长生道人啊！你点点头，名字倒是不错，就是有点名不副实。你管你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叫长生，你靠着转化他人寿元苟延残喘，也配叫长生？你毫不客气地评价道：“你这哪是长生，你这叫受罪。”长生道人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怒意，小辈休得无礼！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朝着你碾压而去。然而你身旁的顾道只是冷哼一声，至尊威压轰然爆发，直接将长生道人的威压冲得七零八落。老家伙，在我家少主面前你也敢放肆？长生道人脸色一变，这才重新审视起你三伯。至尊，又一位至尊。长生道人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忌惮，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红发壮汉的本源之力比他这个靠外物苟延残喘的老家伙要强盛太多。更让他心惊的是，如此强者竟对你一个还没正式修炼的小子摆出如此低的姿态，这小子的来头怕是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三伯，别激动！你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悠哉地绕过他的身躯，重新站到长生道人面前。我就是来聊聊，又不是来打架的。道长，你说是吧？长生道人压下心中的波澜，深深地看了你一眼，没有说话。你也不在意，绕着那棵人形仙药小树转了一圈，啧啧称奇，真是个特别的设计。以自身长生体为阵眼，与不死山地脉相连，在布下掠夺之阵，窃取万物寿元，浇灌出一株续命仙药。你管这个叫长生？你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直视着长生道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冷淡。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这不叫长生，你这叫自我囚禁。你把自己变成了这方天地法则的囚徒。你看看你，与山脉相连，与地气相通，听起来很厉害，但你敢离开这座山一步吗？你敢离开这方世界一步吗？你不敢，因为你一旦离开，这套体系就会崩溃，你那腐朽的身躯会在瞬间化为灰烬。你的话如同一柄柄尖刀，精准地刺入长生道人最脆弱的点。长生
生道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一派胡言。他厉声呵斥，但声音里却透着一股底气不足的虚弱。胡言，你笑了，笑声里满是讥讽。真正的长生是超脱，是逍遥，是跳出常规，而你呢？你把自己和这个小世界的法则捆绑在一起，靠吸食它的养分为生。世界生，你才能活；世界灭，你就得跟着一起消亡。你这叫哪门子的长生？你这是给天地当看门狗啊！你住口！长生道人浑身剧烈颤抖，他被彻底激怒了。小辈，你懂什么？他怒吼，你不过是仗着天生一副好根基，得了长生仙体，就敢在此大放厥词。老夫正道之时，你还没出生呢，是吗？你眉毛一挑，活得久，不代表你走的路就对了。即便是一个存在了万年的低等生物，他也变不成龙。噗！旁边的黑暗麒麟一个没忍住，差点出声。你继续说道，你不仅路走错了，你还为了你这条错路，把整个世界的路都给带歪了。长生道人瞳孔一缩，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冷笑一声，缓缓抬手指向沉默不语的黑暗麒麟，你问问他，他当年冲击至尊境，是不是总感觉自己的大道有缺，法则不全，仿佛有一层无形的枷锁，死死地限制着他。黑暗麒麟巨大的身躯猛地一震，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你，又惊疑不定地看向长生道人。你说的没错，你再想想，你的声音如同穿透迷雾，你每一次发动黑暗动乱，席卷大陆，是不是都在冥冥之中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引导你，在暗中帮助你，让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宿命？黑暗麒麟的眼神从惊疑逐渐变成骇然，他想起来了，每一次动乱，当他转化生灵到一定程度，都会陷入一种奇妙的境界，仿佛与天道意志相合。被你这么一挑拨，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被操纵。是你！黑暗麒麟猛地转头，死死地盯着长生道人，眼中爆发出无尽的怒火与战意。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长生道人看着状若疯狂的黑暗麒麟，那张枯槁的老脸第一次彻底失去了平静。他沉默了，而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着这一幕，放声大笑。好一个长生道人，自己走了歪路，无法超脱，就故意篡改这方世界的修炼法门，让所有生灵从一开始根基就是有缺的。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一头最完美的。你的目光如同神剑，刺向长生道人。你需要一个天资绝世，能走到至尊巅峰，但根基却存在致命缺陷的躯壳。然后你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其取代，夺取，以它为能量，点燃你的道火，助你一步登天，踏入天地之境。而你选中的这头骨就是它。本少主说的对吗？你的话如同9天惊雷，在湖心岛上轰然炸响。黑暗麒麟的身体剧烈的颤抖。原来是这样，原来他引以为傲的实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道路，都只是别人设计好的一个骗局。他不是什么黑暗古皇，只是一头被圈养的资源。噗！心神巨震之下，黑暗麒麟一口金色的液体狂喷而出，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他的道心在这一刻被你的话彻底击碎了。而长生道人在你说完那最后一句话后，反而平静了下来。他那张枯槁的老脸上，所有情绪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冷到极点的平静。他看着你，缓缓地咧开嘴，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呵呵呵呵呵，你说的都对。他竟然就这么坦然承认了，不愧是长生仙体，老夫的长生体的上位，这眼界和智慧也远非这等凡夫俗子可比。他瞥了一眼地上萎靡的黑暗麒麟，眼神里满是鄙夷，就像在看一堆没用的垃圾。没错，那头蠢兽的确是老夫准备几十万年的炉鼎，可惜终究是血脉驳杂，不堪大用。老夫还在愁上哪再去找一个更好的。他的目光重新落回到你的身上，那眼神不再有任何掩饰，只剩下赤裸裸的，如同贪婪的恶魔般的狂热。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老天待我不薄，天道终究是站在我这边的。正当老夫以为心血白费，道途无望之时，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从青石上缓缓站起，血脉驳杂的凶兽哪比得上一具完美无瑕、与老夫大道完全契合的长生仙体？小辈，老夫要谢谢你，谢谢你点醒了老夫，也谢谢你为老夫送来正道天地的无上阶梯。随着他话音落下，整座不死山，整个寿元之湖都在这一刻彻底沸腾了。长生道人显露真容，他那双浑浊的眼眸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贪婪。随着他的动作，整座不死山都在颤动，轰隆隆，无尽的乳白色寿元精华疯狂地倒灌入他的体内。他那原本枯槁的身躯迅速变得充盈饱满，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道变成一个面容阴冷、气息渊深的中年道人。一股无限逼近真正天地之境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哈哈哈，小辈，老夫还要多谢你，若不是你点醒老夫，现在看来你才是上天赐予老夫的无上道物。长生道人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大笑，只要融合掉眼前这具完美无瑕的长生仙体，他就能一步登天，成为真正的天帝。老东西，你高兴得太早了。你三伯步道怒吼一声，再也按捺不住，一拳轰出，虚空都为之塌陷。李力之光也敢争辉？长生道人看着那霸道绝伦的一拳，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他只是轻轻一抬手，嗡，整座不死山都为之震动，无尽的寿元之力在他面前汇聚成一面巨大无比的乳白色盾牌。轰！你三伯足以震碎星辰的一拳，竟然只是让那面盾牌晃了晃，上面连一丝裂纹都没有出现，怎么可能？在本座的领域里，老夫就是无敌的。长生道人阴冷的笑道，你所有的攻击都会被这方世界积攒了数个纪元的寿元之力化解，而你只会在这里被慢慢耗尽本源。话音落下，沸腾的寿元之湖中冲出成千上万条乳白色的锁链，如同灵蛇一般缠向你三伯。滚开！你三伯怒吼，至尊之力爆发，将锁链震得粉碎，但锁链仿佛无穷无尽，碎裂之后又瞬间凝聚，一时间，即便是强如他，也被这些凡人的锁链拖住，难以脱身。三伯说了让你别激动，你看着这一幕，非但没有丝毫紧张，反而摇了摇头，这老家伙就是个地头蛇。三伯现在有些心急了，小辈，现在轮到你了。长生道人解决了你三伯这个麻烦，目光再次锁定在你身上，在他看来，你就是这场盛宴最关键的主菜。他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你面前，一只缠绕着寿
寿元法则的大手朝着你的额头狠狠抓下，你的身体是我的了。他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然而你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还打了个哈欠，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演完了吗？你撇了撇嘴，说实话，你的表演挺拙劣的。长生道人心中一怒，手上力道更重3，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你头发的刹那，他整个人连带着他的领域都毫无征兆地凝固了，空间仿佛在这一刻冻结，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超越这方世界所有法则理解的无上威压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股威压面前，长生道人那堪比天地境的力量渺小得如同尘埃，他那只抓向你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动弹不得，脸上的狂喜也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茫然和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他与不死山与整个世界的连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而易举地掐断了。谁？是谁？他想咆哮，却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就在这时，一道平静、温和却又蕴含着言出法随、执掌万道威严的声音在天地间悠悠响起：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儿子？这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玄天大陆每一个生灵的耳中。紧接着，在你面前的虚空如同水波一般荡漾开来，一道身穿白色长袍、黑发披肩、面容英武的身影缓步从中走出。他只是站在那里，整个玄天大陆的法则都在为之哀鸣臣服。来人，正是你的父亲，当世天帝顾灵天。爹，你可算来了。你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你第一次出门还带了顾道这个性子急的，我当然得看着。你爹看都没看那已经吓呆的长生道人，目光温和地落在你身上，还伸手帮你理了理有些乱的衣角。大哥，另一边，你三伯身上的束缚烟消云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凑过来喊了一声：我刚才就是跟他玩玩，还没认真呢。玩？你爹瞥了他一眼，差点让渊儿陷入险境，这也叫玩？回去自己去受罚啊！你三伯脸一垮，但也不敢反驳，只能苦着脸应道：是大哥。父子兄弟三人在这旁若无人地聊着家常，而被彻底无视的长生道人此刻死死地盯着你爹，那双浑浊的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天帝，这绝对是一尊货真价实的超越至尊境的无上天帝，自己在他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完了，一切都完了。想替代我的儿子？终于，你爹处理完家事，将目光落在长生道人身上，他的眼神依旧平静，但那平静之下却隐藏着足以冰封整个宇宙的无尽寒意。被他这么一看，长生道人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仿佛都要被冻结、撕裂。他想求饶，想解释，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也罢，你爹似乎失去兴趣，淡淡的说道：你不是想求长生吗？我便赐你永生。话音落下，他缓缓抬起一根手指，朝着长生道人轻轻一点。不，长生道人发出一声绝望到极点的嘶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不死山、与这方世界天道之间那牢不可破的联系，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硬生生的剥离。他积攒数个纪元的寿元之力，如同开了闸的洪水，疯狂地从他体内宣泄而出。他的修为也从无限接近天地境的巅峰至尊一路狂跌，最终跌落到连一个普通的修者都不如的地步。我的力量，我的寿元！长生道人瘫倒在地上，那双浑浊的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死寂和绝望。他数个纪元的谋划，数个纪元的苦修，在这一指之下化为乌有。扑通，他再也支撑不住，跪倒在地，朝着你爹和你疯狂地行礼：天地饶命，少主饶命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天地开恩，饶我一命吧！你缓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实话，你的计划虽然偏激了点，但你搞出来的这个结构还挺有意思的。你摸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座不死山和寿元之湖，以自身为阵眼，转化天地寿元，反哺自身。这套循环系统虽然路子走歪了，但核心的法则运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听到这话，跪在地上的长生道人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希冀，难道他还有利用价值？爹，你突然回头看向你爹，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解决了吧？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管理者就够。长生道人还想说什么，只见你爹抬起一根手指，却出乎意料的点在你的额头上。不急，他这身皮囊虽然现在废了，但毕竟是天生的长生体，对这个世界的生命法则有着天生的亲和力。你爹指了指不死山，把他练成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傀儡，让他和这座不死山彻底融合，成为这座山的山神，或者说世界之灵。这样一来，他既能继续维持这套寿元循环系统的运转，帮我们源源不断的生产寿元精华，总得有一个照看者吧？渊儿，你以前和我说过什么？哦对，这叫高效利用，可持续发展。你点点头，给你爹比了个大拇指。我爹有真仙之姿。旁边的你三伯也是听得一愣一愣，还能这么玩？把一个至尊巅峰的强者练成照看者？既然渊儿你也同意，那为父就出手了。你爹笑着说道。他再次抬起手，掌心之中浮现出无数玄奥无比的仙道符文，化作一条条金色的锁链，瞬间没入长生道人的眉心。长生道人发出一声比之前还要凄厉百倍的惨叫，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记忆、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在被那些金色的符文一点点地磨灭、分解、重组，这比直接清场还要残酷10000倍。在他最后的意识即将彻底消散的刹那，他看到你正微笑着看着他，那笑容在他眼中比世间最可怕的恶魔还要令人畏惧。很快，惨叫声停止了，长生道人那枯槁的身躯重新站了起来，只是此刻他的眼中再无任何神采，只剩下一片空洞和麻木。他对着你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动作标准的像个木偶。拜见主人。不错。你满意地点点头。你爹一挥手，那具傀儡身躯便化作一道流光，融入到不死山的地脉深处。从今往后，他便是这座不死山的气灵，是这方世界的照看者，将永生永世为你服务。解决完这个最大的麻烦，你爹的心情也好了不少。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整个玄天大陆，那双仿佛蕴含着宇宙生灭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炽热。好了，渊儿，小事处理完了，接下来该上正事了。随着你爹话音落下，他身上那股属于天地的无上威压不再有任何收敛，轰然席卷整个玄天大陆。天穹之上，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世界的大道法则都在这股威压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这方世界的世界本源，经过那老家伙数个纪元的催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再不摘取就要
要烂掉了。你爹背着手，语气平淡的评价道：“他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传我谕令。”他对着虚空淡淡开口，声音瞬间传回亿万时空之外的顾家祖地。大军开拔，准备炼界，遵命。遥远的仙域，顾家神岛之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下一刻，玄天大陆的天穹之上，那座通天仙门光芒大盛，彻底洞开。一对又一对身披神甲、气息渊深如海的顾家精英，如同过江之鲫，源源不断的从仙门中走出。这一次来的不仅仅是天歌军团的修者，还有阵法师军团、炼气师军团，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搜罗资源的地师、药师。数以10万计的顾家精英，在短短片刻之间便降临到这方世界。这股力量足以轻易横扫仙域任何一个不朽传承。而现在，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炼化这个世界。我的天，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啊？遥远的藏天谷地之外，正在整理战场的骆冰瑶，在看到这如同天兵降临的恐怖军团时，整个人都傻了。他身后，老圣主张成以及那数万名人族修者更是集体失声。他们看到一对对阵法师有条不紊地飞向大陆的各方，他们手中的阵旗迎风暴涨，化作一根根高达万丈的擎天巨柱，被精准地打入地脉节点之中。他们看到那些炼气师们祭出熔炉，直接以虚空为材料，以法则为新柴，开始炼制一条条粗大无比的法则锁链。这是他们在干什么？老圣主声音都在发颤，感觉他们像是在给我们的世界布下枷锁。骆冰瑶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色发白。他本以为你的家族只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势力，可现在他才明白，他错了，错得离谱。他们根本就不是来征服世界的，他们是在像拆解一件精密的器械一样，在拆解这个世界。随着一根根阵旗落地，一条条法则锁链成型，一张由无数仙道符文构成的遮天蔽日的金色大网开始在天穹之上缓缓浮现，很快就将整个玄天大陆笼罩其中。炼界大阵成了！你三伯兴奋的大喊。你也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就是长生地族的底蕴吗？征伐异界都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了，专业，实在是太专业了。渊儿，看好了！你爹平静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抽离本源。随着炼界大阵的彻底成型，整个玄天大陆都仿佛被装进一个巨大的透明罩子。渊儿，这方世界是你的战利品，为父第一次来你的地盘，总不能空着手。你爹转过头，微笑着对你说道。紧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下方那片广阔的乳白色湖泊之上。这片寿元之湖虽然充满杂质，但其本质却是最精纯的生命本源。今日，为父便为你将这湖水炼成琼浆。话音落下，他掌心之中仙光大盛，一道道天地法则化作玄奥的仙道符文，落入寿元之湖中。滋啦，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灰色怨气被强行剥离，彻底净化。原本乳白色的湖水开始变得清澈透亮，最终化作一池流光溢彩，仿佛由无数宝石融化而成的神圣液体。此乃生命原液。你爹淡淡的介绍道，一滴便可让强者恢复生机，以后这片湖便作为你未来开辟的内世界的根基吧。你看着眼前这片美轮美奂的生命原液之湖，眼睛都直了。多谢父亲，这只是前菜。你爹笑了笑，目光又转向那座巍峨的不死山。这座山是个不错的炼器材料，正好你还缺一座随身的居所，为父便将它炼成一座行宫，赠予你。说着，他并指成剑，凌空一划，是啦，整座庞大无比的不死山山脉竟然被这一剑从大地上硬生生的剥离起。轰隆隆，整座不死山连带着庞大的地脉缓缓从大地上升起。炼，你爹双手结印，无尽的仙火喷涌而出，将整座不死山包裹其中。在仙火的煅烧之下，庞大的不死山飞速缩小，最终变成一座不过巴掌大小、通体晶莹剔透，仿佛由翡翠雕琢而成的精致山峰模型，悬浮在你面前。此为不死行宫，乃是一件顶尖宝物，防御力足以抵挡天地境强者一击。你爹将这座行宫递给你，你接过这座精致的行宫，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谢谢爹，爹你对我太好了。呵呵，这些都只是些礼物。你爹笑了笑，炼界大阵起，一声令下，遍布大陆的无数阵旗齐齐嗡鸣，玄天大陆开始剧烈的颤抖，大地在开裂，海洋在蒸发，天空在崩塌。对于这方世界残存的生灵而言，这无疑是震撼性的巨变。别慌，骆冰瑶对着骚动的人群厉声喝道：“这是公子在施展无上神通，为我界重塑乾坤。他虽然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这时候稳住人心最重要。爹，我们这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炼化掉。”你好奇地问。没错，你爹耐心地解释道。一个世界最有价值的便是它的世界本源，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果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棵熟透了的果实完整的摘下来。那摘完果子，这棵树不就枯萎了吗？枯萎？你爹笑了。对于我们顾家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枯萎的。等本源抽离之后，这方世界的残骸会由老祖亲自出手，将其带回仙域，融入我们顾家的祖地神岛。至于这些生灵，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换了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天穹之上，那张金色大网已收缩到极致，整个玄天大陆就像一颗被金色丝线紧紧包裹的巨茧。你爹口中吐出一个字，轰隆隆，整个世界发出最后的声响，大地彻底崩解，海洋完全蒸发，天空塌陷，所有的一切物质都在炼界大阵的伟力之下被分解、被压缩、被炼化，一股股精纯到极点的能量洪流疯狂地涌向大陆的中心。远处的骆冰瑶等人已经完全看呆了，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眼前被彻底重塑了。要出来了，你也收起玩味的心态，神情变得专注起来。终于，一颗约莫人头大小、通体呈混沌色、表面流转着亿万法则神链，仿佛一颗正在呼吸的核心般不断搏动的晶体，从崩解的世界废墟中缓缓升起。世界本源，这就是玄天大陆积攒数个纪元，被长生道人催熟无数岁月，准备用于突破天地境的精华。好东西，就连你三伯这样的至尊强者看到这颗世界本源都忍不住赞叹。收，你爹却显得很平静，他只是轻轻一招手，那颗世界本源便乖巧地飞到他手中。他拖着这颗世界本源，就像拖着一颗普通的宝石，直接转身递到你的面前。渊儿，你的战利品。他的语气平淡的就像是在说，儿子，给你的礼物。你看着眼前这颗还在微微搏动的世界本源，眨了眨眼，你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入手温润沉甸甸的，仿佛拖着一整个世界。
界。爹，这玩意能量好庞大。乙由衷的感叹，那是自然。乙爹笑道，其价值不亚于一件至宝。爹，这东西太贵重了。你想了想，还是把世界本源递了回去。您不是说这玩意能帮您突破到真仙之境吗？还是您留着用吧。你希望自己的老爹能变得更强，老爹强了，你这个仙二代才能当得更安稳，这叫投资。你爹听到你的话，先是一愣，随即那双深邃如星空的眼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和自豪。他没有立刻去接，而是伸手重重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好小子，没白疼你，知道体谅老子了。他心里暖洋洋的。爹，您就收下吧。你再次把本源往前递了递。我才刚开始修炼，用这么好的东西太浪费了。您用了，我们顾家就多一尊真仙，那才是最大的好事。你爹看着你真诚的眼神，心中感动，但还是摇了摇头。渊儿，你的心意为父心领了，但这颗本源你必须收下。他将你的手推了回去，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你发现的世界，按照家族规矩，本就该归你。第二，为父想要突破，光靠这一颗世界本源还远远不够。不过为父出手也不会白出手，届时我会感悟他的一丝契机，尝试突破。而你不一样，你爹的目光变得无比炽热。你是长生仙体，你的未来注定要超越为父。这颗世界本源将是你踏上无上仙道之路最重要、最坚实的一块基石。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如何让为父突破，而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只有你变得足够强，那才是对为父、对整个家族最好的回报。一番话说的你热血沸腾，你看着父亲那充满期盼的眼神，知道再推辞就不合适了。好，爹，我明白了。你重重的点头，不再犹豫，将世界本源收入自己的储物戒指中。你暗暗发誓，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看到你收下本源，你爹欣慰的笑了。他转过身，看向那片已经彻底化为废墟的玄天大陆残骸。好了，果实摘完了，接下来该把这部分也打包带走了。父亲，这还有用？你好奇的问道。当然有用。你爹背着手，一副教导你的表情。一方高等玄天世界的残骸，在本源被抽离后，依旧蕴含着海量的物质和能量。在你看着是一堆废墟，但在老祖眼中，这就是最好的基石材料。你爹遥遥指向仙域的方向。我们顾家的祖地神岛，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对外征伐、整合一个世界，都是对我们祖地的一次扩充和升级。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这方世界毕竟是你发现的，将它融入祖地以后，这片新扩充出来的疆域就划到你的名下，作为你的私人领地。你听完，眼睛瞬间就亮了。这也太豪横了。你爹没理会你的震惊，对着那座依旧矗立在虚空中的通天仙门神念传音，恭请老祖出手。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从仙门之后悠悠传来。下一刻，一股让整个混沌虚空都为之颤抖，让万千大道都为之臣服的无上仙威降临了。一只由纯粹的仙光凝聚而成，大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手缓缓从通天仙门中探出。那只手太大了，仿佛能一手托起一片星域，一手掌握一片苍穹。父亲出手了。你三伯在看到那只巨手的瞬间，浑身一震，当即单膝跪地。他身后的天歌军团以及那些刚刚降临的顾家大军，更是齐刷刷的跪了下去，恭迎老祖。远处的骆冰瑶等人在看到那只巨手的瞬间，已经彻底失去思考的能力。如果说你爹的天地之威让他们感到威严如海，那么眼前这只巨手所散发出的气息，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层次上的碾压。这才是真正的仙吗？骆冰瑶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你看着那只熟悉又陌生的巨手，心里也是震撼不已。这就是红尘真仙的力量吗？强的简直无法想象。就在所有人为之震撼之际，那只仙光巨手动了。它以一种看似缓慢，实则快到极致的速度，朝着玄天大陆那些碎片缓缓抓去。无数的法则锁链从巨手的五指间延伸而出，如同大网一般，将所有的大陆碎片全都精准的笼罩其中。收！随着老祖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轰隆隆，整个玄天大陆的残骸在这一刻仿佛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牵引力，开始朝着仙光巨手的掌心疯狂汇聚。他们在汇聚的过程中不断的碰撞融合，最终所有的大陆碎片竟然重新拼接，化作一块完整而巨大的陆地。做完这一切，那只仙光巨手拖着这块巨大的陆地，缓缓的朝着通天仙门的方向带了回去。这一幕彻底让骆冰瑶等人心悦诚服。征伐、炼化、整合，这是执掌一个世界生死的无上权柄。公子骆冰瑶看着不远处一脸平静，仿佛早就对这一切司空见惯的你，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杂念，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和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荣耀。你并不知道他的想法，你现在正忙着跟你老爹聊天呢。爹，爷爷这一手可真威风啊！等你到了爷爷那个境界，你也可以。你爹笑着说道，语气中满是自豪。很快，那只仙光巨手便拖着玄天大陆的残骸彻底消失在通天仙门之后。好了，此间事了。你爹转过身，对着下方还处于呆滞状态的顾家大军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所有军团分批次撤离，帝师、药师留下，将这方世界残存的有用之物全部整理，一件不留。遵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整理就此展开。你看着那些高效工作的族人，嘴角抽了抽。爹，我们家是不是有点太勤俭了？这叫不浪费。你爹一本正经的纠正道，我们顾家能有今天的家业，靠的就是这股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你以为炼界大阵保护这些生灵是做什么用的？当然是因为这些生灵以后也能为我顾家所用，损失了多可惜啊！你看着那些忙碌着搬运资源的顾家修者，嘴角不自觉的抽了抽。感情勤俭持家这玩意是家族遗传的。好了，此间事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你爹看着下方已经开始有条不紊撤离的大军，满意地点点头。渊儿，你先上车撵，为父去交代几句。好的，父亲。你点点头，转身准备登
登上九龙沉香辇。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急匆匆地从下方飞了上来，正是刚刚安排完搬运工作的骆冰瑶。她此刻已经换下一件干净的素色长裙，多了几分清丽脱俗的气质。公子，请留步。他鼓起勇气拦在你面前。还有事？你停下脚步，有些好奇地看着他。公子，冰瑶有一事相求。骆冰瑶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看着你。玄天大陆如今百废待兴，单凭冰瑶一人之力，恐怕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秩序。所以冰瑶恳请公子能留下一些人手，助我一臂之力。骆冰瑶说完，便深深地弯下腰。他知道这个要求有点多，但他没办法。你沉思几秒，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青铜罗盘，丢给他。这是我们顾家炼制的微型传送阵，我已经让人设定好家族神岛的坐标，你通过它就能激活。以后你每个纪元需要向我顾家上缴这个世界产出的30%资源作为管理费。当然，如果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也可以通过这个传送阵向我求援。至于人手呢？你想了想，回头冲着不远处的你三伯喊了一声：“三伯，哎，渊儿，啥事？天歌军里帮我挑100个修为在圣境左右的，留下来帮这位骆女帝维持一下秩序。100个圣境。”你三伯愣了一下，随即大手一挥，小事一桩，我给你留一个都统，再配100个百夫长，保证把这地方给你管得服服帖帖的。圣境当百夫长，一个都统又是什么境界？骆冰瑶捧着手里的传送阵，听着你们的对话，感觉自己的脑子又不够用了。好了，就这样吧。你挥了挥手，像是在打发一个得力的属下，以后按时上交资源，别给我惹麻烦就行。说完，你便头也不回地登上九龙沉香辇。庞大的顾家军团如同潮水般有序地退入那座巨大的通天仙门之中。很快，这片混沌虚空便只剩下骆冰瑶和你身后那群还在勤勤恳恳搬运的顾家修者。骆冰瑶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座缓缓关闭的通天仙门，又低头看了看手中那沉甸甸的青铜罗盘，心中五味杂陈。陛下，我们真的得救了吗？老圣主颤巍巍地走到他身边。骆冰瑶重重地点了点头，那双美丽的凤眸中重新燃起前所未有的光芒。我们不仅得救了，而且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他紧紧握住手中的传送阵，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传我命令！骆冰瑶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了女帝的威严与果决。所有修者立刻整理战利品，安置伤者，安抚民众。3日之后，我要在洛阳废墟之上重建皇城，昭告天下，玄天大陆永奉顾渊公子为主。他的目光透过虚空，仿佛能察觉到周遭无数道不比黑暗至尊弱的目光。他心里隐约知道，这里是顾家领地，而这些目光也是属于顾家势力内的诸天万界。顾家在此方仙界到底有多强？仙域浩瀚无垠，这一日，整个仙域所有不朽传承都仿佛心有所感，齐齐将目光投向顾家神岛所在的方向。顾家神岛上空，那座已经开启了10数日的通天仙门中，一艘艘散发着肃杀气息、沾染着异界法则气息的巨大战船缓缓驶出，是顾家的大军回来了。好恐怖的气势！这支军队离去的时候更强了。东海之滨，祖龙朝的龙帝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快看，那是什么？就在所有人为顾家大军的凯旋而震撼时，一声惊呼从古皇山上传来。只见通天仙门之中，一只由纯粹仙光凝聚、大到无法想象的巨手缓缓探出，在那只巨手的掌心竟然托着一块巨大无比的陆地，那是一方世界的本源残骸。天啊，顾家竟然又获得一个大世界！这只手是顾家那位老祖宗的，他竟然亲自出手了。一时间，整个仙域所有关注着此地的不朽势力全都震惊了。他们想过顾家这次出征会满载而归，但万万没想到收获竟然会大到这种地步，直接带回来一个世界，这也太强了！顾家真是不容小觑。祖龙朝内，龙帝喃喃自语，眼中充满震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他们龙族也曾征伐过异界，但最多也就是获得点资源，像顾家这样直接把整个世界带走的操作，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传我命令！龙帝深吸一口气，声音无比凝重。从今日起，我龙族所有成员，但凡遇到顾家之人，一律避让，不得有任何冲突。另外，备上一份厚礼，就说恭贺顾家凯旋。同样的一幕也在仙域各大不朽传承中上演。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存在，此刻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谨慎。而作为核心，顾家神岛之上，此刻却是一片欢腾的海洋。我们赢了，哈哈哈！我就知道，我顾家出征向来是无往不利。欢呼声、呐喊声响彻整个神岛。而当他们的目光最终汇聚到那艘由9条真龙拉着的无比华美的沉香车辇上时，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无比的敬畏和狂热。在顾凌天提前的预热与造势下，他们都知道这一切的荣耀和收获都源于车辇上的那个人。他们顾家年仅18岁，才开始修炼不久的少主顾渊，是他为家族带来了这场天大的机缘，开启了顾家一个新的辉煌时代。顾家神岛至尊殿前的巨大广场上早已是人海，几乎所有在族的顾家子弟，无论嫡系还是旁系，全都聚集到了这里。来了来了！我看到天歌军团的站起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人群瞬间就沸腾了。远处的天际，一艘艘庞大的战船缓缓向着广场驶来。快看，是三长老！三长老回来了！顾道站在船头，露出笑容，冲着下方的人群挥着手，那模样别提多得意，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他对着身后的将士们喝道：“待会儿献礼的时候，都把你们最精神的一面拿出来，谁要是敢在少主面前丢人，老子回去不轻饶他！”很快，凯旋的大军降落在广场中央，启禀家主，大长老你三伯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如钟。天歌军团先锋部队信不辱命，已成功平定异界动乱。好，你爹顾凌天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道：“辛苦了，起来吧。”而此刻，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已经越过他，投向那艘缓缓降落的九龙沉香辇。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知道今天真正的主角要登场了。吼！9声震天动地的龙吟骤然响起，拉着车辇稳稳地停在广场。
场中央。但让所有人震惊的是，在九龙沉香辇的前方，竟然还跟着一头他们从未见过的强大异兽。那异兽体型庞大如山岳，浑身覆盖着漆黑如墨的鳞甲，一股股恐怖的气息从它身上弥漫而出。那是什么东西？好可怕的气息！等等，你们看它的脖子，它脖子上好像套着一个项圈。众人凝神望去，果然在那头气息恐怖的黑暗异兽脖子上，赫然套着一个神经项圈。项圈的另一头竟然拴在九龙沉香辇的车辕之上。轰！这一幕如同一颗炸弹，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一头实力至少在圣境之上的恐怖异兽，竟然被当成拉车的伙伴。高台之上，大长老布林江等一众至尊长老在看到那头黑暗异兽的瞬间，瞳孔也是猛地一缩。那是17境至圣境的黑暗麒麟，到这小子从哪弄来这么个家伙？一尊17境至圣境的强者，无论放在仙域哪个不朽传承，那都是核心级别的存在。可现在他竟然沦为拉车的坐骑。就在众人心神震动之际，九龙沉香辇的车门被缓缓掀开，一道身穿白衣、风神俊朗的身影从车辇中缓步走出。正是你！在你出现的一瞬间，整个喧闹的广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你迎着那数以万计的目光，神情平静，甚至还有点想打哈欠。你迈步走下车辇，那头原本还一脸郁闷的黑暗麒麟，在看到你下来的瞬间，竟然无比乖巧地匍匐在地，巨大的头颅恭敬地低下，像是在迎接自己的主人。而陈固曰：“拜见父亲，拜见大长老，诸位叔伯。”你走到高台之下，对着上方的长辈们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好，好，好！你爹激动地连说3个好字，一步从高台上跨下，亲自扶起你，用力地拍着你的肩膀：“我的好儿子，不愧是我顾家的麒麟，此番出征，你当为首功。今日当着全族的面，为父要好好重谢你。”你爹那洪亮而充满喜悦的声音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好奇地看着高台上的你们父子。他们都想知道，对于你这位立下不世之功的祥瑞少主，你爹会拿出什么样的赏赐？大哥，这回你可得大方点，渊儿可是立了天功，你三伯在旁边凑热闹。就是家主、少主此功当赏重赏。长老团里的其他至尊也纷纷附和。你爹哈哈大笑，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你身上，眼神中满是宠溺。渊儿，你想要什么？尽管跟为父说，只要为父有的，只要我顾家有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为父也给你摘下来。这话一出，全场再次哗然，无数年轻一辈的顾家子弟看着你的眼神充满了羡慕。你听到老爹这番话，表面上还是保持着谦逊，再次躬身一礼：“父亲厚爱，儿臣感激不尽。但儿臣以为此次征伐之功，非儿臣一人之力，乃是全族上下同心协力的结果。儿臣只是恰逢其会，不敢居功。至于重赏，儿臣如今刚刚踏入修行之路，不敢奢求太多，一切但凭父亲做主。”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有理有据。高台之上，大长老布林江听完，抚着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好，说得好，不骄不躁，不贪功，不自傲。家主，你生了一个好儿子，我顾家后继有人矣。”你爹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你这小子倒是会说话。他开心地说了一句：“不过功是功，过是过。你说的没错，此次出征，所有人都功不可没。”他转过身，面向全族，声音变得威严而肃穆：“传我家主令，所有参与此次征伐的将士，一律晋升1级，赏赐翻倍，其亲属未来3代修炼资源由家族全额供给。”轰！大军阵营中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谢家主，为顾家效力，为少主效力。你爹满意地点点头，目光又落在大长老、三长老等一众高层身上。大长老、三长老以及所有参与此次计划的长老，皆可入我顾家宝库，任选3件宝物，另每人赐予1缕世界本源，用以参悟大道。这个赏赐一出，就连那些见惯大场面的至尊长老们都忍不住惊讶。我等谢家主厚赐，以大长老为首，所有长老都深深一拜。安排完所有人的赏赐，广场上的气氛也达到一个顶点，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你身上。在所有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你爹深吸一口气，缓缓伸出手，嗡，一颗人头大小、通体呈混沌色、表面流转着亿万法则神炼的晶体，凭空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正是那颗从玄天大陆抽离出来完整的世界本源。世界本源是完整的世界本源道果。天啊，这就是一个世界的精华吗？所有人都被眼前这颗道果的威势给镇住。然而在下一刻，你爹说出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震惊。他拖着那颗足以让整个仙域都为之异动的世界本源道果，缓步走到你的面前，然后在数以万计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将这颗道果亲手递给你。渊儿，这就是你的赏赐。当顾凌天将那颗完整的世界本源道果递到你面前时，整个广场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高台上的那对父子。那可是一颗足以造就至强者的无上道果，可现在你爹竟然就这么从容，把它当成赏赐，送给你一个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的儿子，这也太豪气了。家主，此事还望您三思。大长老布林江第一个站出来：“世界本源事关重大，此物应该由您来炼化，只要您能借此突破到真仙之境，对我顾家更有利，请家主三思，请家主以大局为重。”一时间，高台之下的所有顾家族人也都反应过来，齐刷刷的行礼。你看着眼前这副景象，心里有点发懵。你爹却依旧一脸平静，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就在这时，一道苍老威严的声音悠悠响起：“都吵什么？”整个喧闹的广场再次变得落针可闻。恭迎老祖！一道枯瘦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高台的主座之上，正是你爷爷凌天做的没错。老祖一开口就直接给这件事定了性。这方世界是渊儿发现的，按照规矩，这颗道果本就该归他，我顾家的规矩不能坏。可是老祖，大长老还想说什么，目光长远些。老祖冷哼一声：“凌天想要成仙，缺的是契机，一方新世界一部分的本源足够他去领悟，若能成便成，若不成，剩下的本源即使全部改变，也难以踏出那一步。而渊儿不一样，老祖的目光落在你身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他是长生仙体，是应运而生的祥瑞，他的未来不可限量。你们只看到一颗道果能造就一个强者，却没看到一个根基厚实到极致的绝世奇才，未来能为我顾家带来什么？用一颗道果为我顾家未来的辉煌铺平道路，这笔买卖你们觉得亏吗？”
况且老夫可还没走呢，足以庇佑到鱼儿崛起。老祖的话如同一道道惊雷，在所有人的心中炸响，他们被老祖话里描绘的宏伟蓝图给彻底镇住。我等惭愧。大长老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对着老祖深深一拜，脸上满是敬佩。都起来吧。老祖挥了挥手，他看向你，脸上露出一丝慈爱的笑容。鱼儿，过来。是爷爷。你连忙走上前，这颗稻谷你收好。老祖指了指你爹手中的世界本源，它将是你冲击下一个境界最好的资源。你如今已是扳本元境，下一个境界乃是辟窍境。寻常修者，辟窍境不过是在体内开辟360处窍穴，而你不一样。老祖看着你，一字一句的说道：今日我便再为你护法一次，将以这颗世界本源为翼，以混沌之气为基，在你体内开辟出3000世界，让你的每一个窍穴都化作一个真实的小世界，承载万道，演化能量，让你在辟窍境便拥有堪比造物主的伟力，让你再次打破常规，铸就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说。当老祖那句开辟3000世界说出口的瞬间，整个广场再次陷入绝对的死寂。辟窍境，开辟3000世界，让每一个窍穴都化作一个真实的小世界，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修行了。老祖，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你三伯结结巴巴，声音都在发颤。开玩笑？老祖瞥了他一眼，老夫从不开玩笑。渊儿是长生仙体，又以混沌青莲台和能量筑基，根基之厚实，万古无一。他的肉身就是一方未开辟的混沌宇宙，潜力无穷，再加上这颗世界本源，足以支撑他完成这前所未有的壮举。一旦攻成，渊儿在辟窍境便能拥有压制同代所有奇才的绝对实力，光凭自身之力便可抗衡强者。一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心神激荡，跨越境界对战，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这已经不能用寻常眼光来形容了。我顾家要出真龙了！大长老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好了，闲话少说。老祖摆了摆手，此事非同小可，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凌天道，你们二人为我护法，其余至尊长老封锁整个神岛。遵命。渊儿，随我来。老祖对着你招了招手，身形一闪，便带着你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回到境地深处，那方青铜仙关所在的内宇宙之中。爷爷，我们就在这里突破吗？没错。老祖点点头，这里是老夫的内界，与外界完全隔绝，最是安全。他指了指悬浮在宇宙中心的青铜古棺，去吧，像上次一样，坐到混沌青莲台上去。是，爷爷。你轻车熟路，纵身一跃，跳入仙关之中，盘膝坐在那方青色莲台之上，凝神静气，抱元守一。老祖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观想世界。你立刻闭上双眼，心神沉入丹田，你丹田内有100万神息凝聚而成的金色神气，化作一道流光，直入你的识海，与你的神魂完美融合。轰！你的神魂仿佛瞬间提升千百倍，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悟涌上心头。就是现在！老祖的声音如钟声敲响，取出世界本源，以神魂为翼，在你体内重开天地。你没有丝毫犹豫，心念一动，那颗世界本源道果便凭空出现。你仿佛吸收天地精华一般，将那颗人头大小的道果能量缓缓引入体内。轰！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庞大到极致的能量，瞬间在你的体内轰然炸开，仿佛一整个世界都在你的体内激活了。噗！饶是你的肉身强悍到极点，也忍不住嘴角溢出精液。你的身体瞬间感受到巨大冲击，稳住心神，引导能量冲击窍穴。老祖的声音及时响起，你强忍着巨大的不适，疯狂运转神魂，引导着那股狂暴的能量洪流，朝着自己体内的第一处窍穴百会穴狠狠地冲了过去。轰！当那股能量洪流撞在百会穴上的刹那，你的识海中仿佛响起了开辟般的第一声巨响。你的百会穴没有被冲开一个通道，而是直接被激活了一个点，一个无限小却蕴含着无限可能性的起点。紧接着起点演化，各种能量疯狂涌动，短短片刻之间，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小世界竟然就在你的百会穴中被硬生生的开辟出来。成了。棺材之外，老祖看到这一幕，那双浑浊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然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那股庞大的世界本源能量仿佛找到宣泄口，开始以一种更加狂暴的姿态朝着你体内的其他窍穴疯狂涌去。第二个窍穴神庭穴，轰！又一个世界诞生了。第三个、第四个，一个又一个的窍穴被不断的开辟成一方方独立的小世界。你的身体此刻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每一个窍穴里都在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微观宇宙。青铜仙关内，你的身体正散发着璀璨夺目的神光，只有身处棺材之外，以仙道意志洞察一切的老祖才能看到，在你的体内正在发生着何等惊天动地的景象。一个又一个的小世界在你的窍穴之中不断诞生，这已经不是在修炼了，这一过程简直令人惊叹。100个、200个、360个，老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声音中带着一丝惊讶。他本以为开辟360个主窍穴世界已经是极限，可现在他发现自己预估保守了。360个主窍穴世界在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已经被你全部开辟完成，但你非但没有停下，势头反而更猛。那股庞大的世界本源能量开始朝着你体内更加细微的副窍穴发起冲击。400、500、1000，当第1000个窍穴世界在你体内成功开辟的刹那，整个内宇宙都为之剧烈震动。1000个，他竟然在体内开辟出了1000个世界。饶是以老祖那活了无数纪元的真仙心境，也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他猛地从青铜古棺的边缘站起，脸上写满难以置信的震撼。奇才，这小子简直是个旷世奇才！老祖忍不住感叹，行，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老祖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凝重，世界本源的能量并非无穷无尽，万一在最后关头能量不尽，导致某个世界开辟失败，会引起波动，甚至有道基受损的危险。他必须出手强行辅助。然而就在他准备出手的刹那，异变再次发生。只见你突然张开嘴，猛地一吸，嗡！整个内宇宙中那浓郁到化不开的混沌之气，化作一道道灰蒙蒙的洪流，疯狂地涌入你的口中。天呐！老祖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在干什么？他在引导混沌之气，那可是开天辟地之前最原始的能量，就算是真仙也不敢这么直接引导，这也太疯狂了。老祖的心瞬间提到到嗓子眼，却看到在引导了海量的混沌之气后，你体内那原本已经开始有些后继乏力的世界本
元能量，竟然再次变得充盈。而你开辟窍穴世界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反而变得更快了。1100个、1500个、2000个，老祖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他感觉自己这个真仙，在你这个孙子面前，认知都被刷新了。算了，不管了。老祖长长的叹了口气，重新坐回青铜古棺的边缘，一脸的无奈又惊喜。这小子就是个怪胎，随他去吧，只要平平安安就行。他已经彻底放手了。而仙关之内，你正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的开辟快感之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个也是第3000个窍穴世界成功开辟的刹那，轰隆隆，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恐怖1000万倍的震动从你的体内轰然爆发。3000个窍穴世界在这一刻齐齐嗡鸣，遥相呼应，3000道截然不同却又同出一源的大道法则从3000个世界中冲出，在你的体内交织融合，最终化作一尊头戴平天冠、身穿万道龙袍、面容与你一般无二的无上帝皇虚影。那帝皇虚影盘坐在你的丹田神器之上，双眸开合之间，有3000世界生灭的景象在其中轮转。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却仿佛是诸天万界唯一的至尊主宰。这是3000大道化地身。棺材之外，已经彻底震惊的老祖，在看到那尊帝皇虚影的瞬间，再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那双浑浊的老眼中只剩下无尽的震撼。3000大道化地身，辟窍境便凝聚出天地法身。老祖站在青铜仙棺之外，嘴里反复念叨着，脸上的表情近乎呆滞。天地法身，那是只有真正的天地境强者才有可能凝聚出的无上道体。他自己当年在天地境巅峰时，也曾尝试凝聚，但最终也没能成功。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而现在，他的宝贝孙子，一个刚刚踏入2境辟窍境的小修者，竟然直接凝聚出天地法身，而且还是由3000种不同大道法则融合而成的独一无二的万道地身。这要是等他以后成就更高，这3000个小世界会演化成什么，他甚至都不敢去想。奇才，不，这简直是神迹。老祖感觉自己的认知都被颠覆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揉了揉眼睛，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呼，老祖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努力平复自己那如同惊涛骇浪般的心情。他看着仙棺中那道身影，眼神变得无比复杂，有震撼，有狂喜，有欣慰，但更多的是一种面对未来时的期待。他知道自己只是稍微引导了一下，就创造出了一个连他都无法看透的存在罢了。老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他还是我顾家的子弟，那便足够了。想通了这一点，老祖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仙棺之内，你缓缓睁开双眼，这是辟窍境。你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体内那3000个窍穴世界源源不断传来的伟力，整个人都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你感觉自己现在状态极佳，心念一动，那尊万道帝皇虚影便与你的神魂彻底合二为一。刹那间，你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眼神变得无比的深邃威严，仿佛一尊执掌诸天的无上帝皇降临凡尘。感觉如何？老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从那种玄妙的感觉中回过神来，从莲台上站起，对着棺材外的老祖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多谢爷爷为我护法，孙儿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呵呵，好就行。老祖笑呵呵地看着你，你这次突破动静不小，足足用了1个月的时间。1个月？你愣了一下，你感觉自己好像只是入定了一会儿。你现在感觉一下自己的战力大概在什么层次？老祖好奇地问道。战力吗？你闻言闭上眼睛，仔细感受了一下。你心念一动，调动起体内一个窍穴世界的力量，轰！一股堪比7境燃灯境全力一击的力量瞬间在你掌心汇聚，而这仅仅只是你3000分之一的力量。如果只用一个窍穴世界的力量，大概能和普通7境打个平手。如果用100个，圣境之下应该无人可敌。如果用1000个，你顿了顿，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或许能和圣道领域的强者比划几招。天呐！老祖难以置信地看着你，辟窍境跟圣人交手，2境和14境对战。虽然知道你是个奇才，但这跨度也太离谱了。然而你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无语了。3000个吗？你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那不行。老祖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还好，看来还是有极限的。为什么不行？他追问道。因为我的肉身现在还承受不住3000个世界的力量同时爆发。你有些困扰地说道。最多同时调动1000个世界的力量，再多身体就要超负荷了。老祖，最多调动1000个世界的力量同时爆发是什么概念？那威力圣道之下无敌吧？一个辟窍境拥有堪比准圣的战力，奇才，绝对的奇才。老祖看着你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那是在看一个前途无量的存在。当你从青铜仙棺中走出，重新踏上内宇宙的星空时，你感觉自己与这方天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你仿佛只要愿意，一个念头就能让这片由老祖开辟出的内宇宙发生变化。爷爷，我感觉我好像能影响您的这个世界了。你有些不确定地对老祖说道。老祖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好啊，你能感知，说明你的道已经开始有独特的建树，这是天大的好事。老祖的笑声中充满发自内心的欣慰和自豪。从今天起，这方内宇宙便赠予你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修行之所啊！这怎么行？你连忙摆手，没什么不行的。老祖摆摆手，一脸的从容。老夫也该换个环境了，这口棺材待了几十万年，都快待出习惯了，正好换换。再说了，你如今到极已成，也该有自己的领地了。我顾家的麒麟，未来的希望，总不能连个像样的修行地方都没有吧？老祖的话让你无法反驳，你只能恭敬地行了一礼。多谢爷爷。行了，你这次闭关1个月，外面那些家伙估计都等急了。走吧，我们出去。说着，他便带着你一步跨出，离开了内宇宙。顾家神岛禁地之外，你爹顾凌天和你三伯顾岛已经在这里足足守了1个月。大哥，你说渊儿这次到底要多久才能出来？你三伯有些无聊地问道。这都1个月了，不会有什么阻碍吧？闭上你的嘴！你爹眼睛一瞪，有父亲亲自护法，能有什么事？话虽如此，他眼眸中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牵挂。就在这时，禁地深处的空间突然泛起一阵涟漪，紧接着2道身影缓步走出，正是老祖和你父亲渊儿。老祖宗渊儿，你爹和你三伯一个箭步就冲了上
上去。怎么样，渊儿，成功了吗？你爹一把抓住你的胳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你，看着他们那关切的眼神，心里一暖，笑着点了点头。成功了，哈哈，太好了！你三伯兴奋的一拍大腿，快让三伯看看你现在有多厉害！说着，他就要伸出手去感知你的气息，然而他的手刚伸到一半，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了回来，紧接着一股让他都感到震惊的恐怖气息从你的身上一闪而逝。那股气息虽然只有一瞬，但其中蕴含的那种凌驾于万道之上的神域，却让你三伯这位至尊强者都感到一阵诧异。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退3步，脸上写满了骇然。这时他指着你，嘴巴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旁边的你爹也是瞳孔猛缩，天地法身，而且还是由3000种不同大道法则凝聚而成的万道地身。辟窍境凝聚天地法身，你爹看着你喃喃自语，那张向来威严的脸上此刻也写满了震撼。他知道你创造了一个连他都无法想象的奇迹。好了，都别在这站着了。老祖看着两个儿子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渊儿刚刚出关，根基稳固，需要时间整理。传令下去，3日之后在至尊殿召开全族大会。老祖的声音变得无比庄重，届时我将当着全族的面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往后，顾渊便是我顾家唯一的少主，是下一代家主的继承人，他的地位等同于家主，见他如见凌天，如见我，他的一切命令便是顾家的最高指令。轰！老祖的话如同惊雷一般，在你爹和你三伯的心中轰然炸响。唯一的少主，地位等同于家主，命令即是最高指令，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确立继承人了，这简直是直接把顾家未来的权柄都交到你的手中。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你将不再仅仅是那个受宠的嫡系子弟，你将是名正言顺的顾家未来的主人。父亲，你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怎么，你有意见？老祖瞥了他一眼，不敢。你爹连忙低下头，孩儿遵命。他知道这意味着顾家将倾尽全族之力，不计任何代价去培养你。渊儿，你可有异议？老祖又看向你，孙儿，全凭爷爷做主。你躬身一礼，你知道从这一刻起，你肩上的责任不一样了，但你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你身后站着的是整个顾家，你的目标是那诸天万界的巅峰。3天时间转瞬即逝，整个顾家神岛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而又庄重的气氛之中。老祖的法旨在你出关的当天，便由你爹亲自传遍神岛的每一个角落，册封唯一的少主。起初还有一些旁系的老人觉得此事有些突然，但当他们听说了你在辟窍境便凝聚出万道地身这等万古未有的神话之后，所有的疑虑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无尽的震撼和发自灵魂深处的拥护。辟窍境凝聚天地法身，这意味着只要稳步成长，你未来的成就最低也是天地。一时间，整个顾家上下一心，再无任何异议。3日后清晨，顾家神岛至尊殿，仙音阵阵，漫天霞光，数以万计的顾家核心子弟身穿最隆重的礼服，分列于至尊殿前那广阔无垠的白玉广场两侧。在广场的最前方，还设立了一片观礼区，祖龙朝的龙帝，五皇山的皇主，瑶池圣地的圣主，这些平日里地位极高的人物，此刻却如同乖巧的宾客一般，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连大气都不敢喘。想我祖龙朝当年也是仙域霸主之一。龙帝心中暗自叹了口气，自从顾家从异界带回来一个世界之后，这种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顾家的实力已经强到让他们只能仰望的地步。恭贺顾家主，喜得麒麟儿啊！就在这时，你爹顾凌天亲自出来招待这些客人，各家之主连忙起身，脸上堆满笑容，哈哈哈！诸位道友客气了。你爹身穿紫金龙袍，头戴天地冠，龙行虎步，威严无比，犬子还需磨砺，当不得诸位如此谬赞。他嘴上谦虚着，但眉宇间掩饰不住的得意和骄傲，却是谁都能看出来的。众人心里一阵嘀咕，这还叫虚磨砺？尽管那个辟窍境就凝聚天地法身的妖孽叫还需磨砺，那我们各家的天骄算什么？就在众人心中感慨之际，一阵悠扬的钟声从至尊殿深处传来。当整个喧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正主要登场了。至尊殿的大门缓缓打开，一道枯瘦却仿佛能撑起整片天地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最高台阶之上，正是你爷爷。恭迎老祖！广场之上，数万顾家族人齐刷刷的行礼，观礼区的各家之主也连忙躬身。紧接着，在你爷爷的身后，一道身穿白衣、丰神俊朗的身影缓步走出，正是你。在你出现的一瞬间，整个广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的身上。你神情平静地走到老祖身样，对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微微颔首。时辰已到，老祖那苍老而威严的声音缓缓响起：今日召集全族，并邀仙域诸位道友前来观礼，只为宣布一事。他的目光落在你身上，那双眼中满是慈爱和骄傲。我身侧之人，乃我顾家嫡长孙顾渊。今我与家主凌天及家族长老团商议，一致决定，从今日起册封顾渊为我顾家唯一的少主，其地位等同家主，其号令即为族令。凡我顾家族人见少主如见我，钦此。老祖的声音在能量的加持下传遍9天10地，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当老祖那句钦此落下，整个白玉广场先是陷入绝对的寂静，紧接着排山倒海一般的呐喊声轰然爆发。我等恭迎少主，少主万安，顾家永昌。我等誓死追随少主。数万人齐齐行礼，那股狂热的呼声冲天而起。观礼席上，祖龙朝龙帝等人看着眼前这震撼人心的一幕，一个个脸色复杂。他们知道，从这一刻起，顾家这艘本就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巨轮拥有了他新的掌舵人。高台之上，你迎着那数万道狂热的目光，神情依旧平静，这副风轻云淡的模样落在那些长老和各家之主的眼中，又引来一阵暗自赞叹。好了，都起来吧。老祖抬了带手，将所有族人拖了起来。册封仪式到此正式完成，接下来便是奖励环节。渊儿，你爹走上前来，看着你，脸上满是骄傲的笑容，为家族立下不世之功。按照规矩，当赏。上次在族内，为父已经将那颗世界本源道果于你，助你突破，但呢，是你应得的。今日当着仙域诸位道友的面，为父要再赏你。说着，他便要从储物戒指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然
然而还没等他把东西拿出来，你却抢先一步，笑着开口了：“父亲，赏赐之事不急，儿臣这里也有些东西想献给父亲和家族。”你爹愣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也都露出好奇的神色。你微微一笑，心念一动，手掌之中凭空出现一团散发着不朽气息的璀璨光团，那光团呈一种奇异的亮金色，散发着一股永恒不灭的道域，一股超越了常规，甚至隐隐触摸到仙道领域的恐怖气息从光团之中弥漫而出。这是什么？不朽，是不朽的气息，这绝对是与仙有关的至宝。高台之下，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得不轻。这是仙体本源！大长老顾临江失声惊呼，他死死地盯着你手中的光团，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没错，是不灭仙体本源。你三伯也是一脸震惊。高台之上，你爹和你爷爷在看到这团本源的瞬间，也是目光一凝。渊儿，此物你是从何而来？你爹压下心中的惊讶，沉声问道。回父亲，你早就想好了说辞，不慌不忙地答道：此物是儿臣在玄天大陆平定不死山之时，从那长生道人的藏宝中偶然所得。此物与我的长生仙体道运有些偏差，无法融合。儿臣想着，如此宝物放在我这里也是浪费，不如献给父亲。父亲您乃是天地之尊，距离真仙之境只差临门一脚，或许这不灭仙体本源加上那一缕玄天世界本源，或许能助你窥探到那一丝契机。说着，一边双手托着那团不灭仙体本源，恭恭敬敬地递到你爹的面前。轰！这一番话，这个动作，如同一道惊雷，狠狠地劈在场所有人的心中。所有人都傻了。献给父亲，他要把这桩天大的缘分，这件足以让整个仙域都为之异动的无上至宝送给他的父亲。就连你爹自己，在听到你这番话时，也彻底愣住了。他那双深邃如星空的眼眸中掀起波澜，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猛地从他心底涌了上来。他这个当爹的，活了上百万年，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可这一刻，他感觉自己那颗向来稳健的天地之心，竟然剧烈跳动起来。整个至尊殿广场死一般的寂静，那可是仙体本源啊，或许是通往真仙之境的钥匙。可现在，你竟然就这么风轻云淡的要把它送给自己的父亲，这是何等的胸襟！观礼席上，祖龙朝的龙帝嘴角忍不住抽了抽，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身后那个一脸羡慕的龙族太子，对比之下，感触颇深。五皇山的皇主也是老脸一红，他想起了自己那几个不成器的子弟，为了名利明争暗斗，看看人家顾家的家风，看看人家顾家的少主。高台之上，你爹看着你递过来的仙体本源，久久没有动作。他不是不想要，那是假的。到了他这个境界，想要再前进一步难如登天，而这不灭仙体本源，无疑是他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大的希望。渊儿，你的心意，为父心领了。你爹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动容，但此物太过贵重，为父不能夺你机缘。你闻言，心里暗自发笑。父亲此言差矣。你一脸正色地说道：宝物之所以是宝物，是因为它能物尽其用。此物与我效果一般，于父亲您却是进阶之阶梯。只有父亲您变得更强，我们顾家变得更强，孩儿才能安安稳稳地继续当我的少主，不是吗？从私心来讲，父亲您若能成就更高，孩儿走出去腰杆子也能更硬些。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半开玩笑半是认真。果然，听完你这番话，你爹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哈哈哈，大哥你就别推辞了。你三伯在旁边放声大笑，打破了僵局。渊儿说的没错，这是儿子的一片心意，你这个当爹的有什么理由不收？就是，家主少主一片赤诚，您就收下吧。大长老也笑着开口。有了众位长老的劝说，你爹也就顺势而为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伸出手，没有去接那团仙体本源，而是重重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好儿子，为父没白疼你。说着，他才小心翼翼地从你手中接过那团不灭仙体本源。为父收下了，待我闭关融合此物，若能攻成，我顾家将再添一尊强者。恭喜家主，贺喜家主！下方的顾家族人再次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你看着老爹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心里也是乐开了花。这决定太对了。好了，父亲，这只是前菜。你再次语出惊人。什么前菜？仙体本源只是前菜？所有人的心再次被提了起来。你看着众人那副好奇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手掌一翻，又一团光球出现在你的手中，其中蕴含的那股精纯的至尊威压，让在场所有的至尊长老都呼吸一滞。这是至尊本源！大长老再次失声惊呼，他感觉自己今天的情绪起伏有点大。至尊本源，那是一尊强者的道果精华。对于圣境巅峰的强者而言，一枚完整的至尊本源就意味着一张通往18境至尊的门票。这样的东西竟然又被你拿了出来，这小子到底在玄天大陆获得了多少宝贝？你爹眼神闪烁，渊儿，你三伯指着你，感觉有些不真实。此物同样是儿臣从那长生道人的收藏中所得。你面不改色地重复着那个借口，这至尊本源与我自身不合，留之无用，还是交给爷爷您来分配吧。说着，你没有将本源递给任何人，而是转身交给了老祖。这一手玩得极其漂亮，将仙体本源给父亲是孝，将至尊本源交给老祖分配，是敬是明是理。果然，老祖看到你这个举动，眼中流露出一抹毫不掩饰的赞赏。好小子，这心思，这手腕，比他爹当年还要老练。好。老祖一连说了3个好字。他接过那团至尊本源，脸上露出思索之色。一尊18境巅峰，半只脚踏入更高境界的本源，若让巅峰至尊炼化，能提高1成概率踏入天地，仅提高1成。高台下方的那些至尊长老们，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几分。此物我已经有了归属。老祖的声音缓缓响起，他没有将本源赐予在场的任何一位至尊，而是转头望向神岛深处那片肃穆的顾家陵园。我顾家有2位长老，顾长风、顾云兰，他们2人乃是与我同一辈的人物。当年冲击18境至尊境未果，寿元损耗严重，沉睡于陵园深处，为家族镇守门户，至今已有30万年。听到这2个名字，在场的一些老辈至尊无不浑身一震，那可是30万年前威名赫赫的2位准至尊啊！今日我便以这团至尊本源为引，助他们2人再续道途，踏出那最后一步。老祖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敲在所有人的心上。用一份至尊本源造就2尊至尊强者，这是何等惊天的手笔！我等无异议，全凭老祖做主。大长老第一个反应过来，心悦
城服。观礼席上，祖龙朝龙帝等人已经彻底麻木，人家还在为一尊至尊的诞生而举足欢庆，他们倒好，直接开始批量造就了。渊儿，老祖转头慈爱的看着你，你此番为家族立下不世之功，爷爷都替你记着，日后但有所求，爷爷无有不语，这是真仙的承诺。你心中一暖，正准备谦虚一下，异变陡生，只见神岛深处的陵园方向忽然爆发出2股冲天而起的恐怖气机，一股锋芒凌厉，一股厚重如山，是长风长老和云岚长老，他们这是要强行突破。有长老失声惊呼，老祖眉头一皱，冷哼一声，2个急躁的老家伙没了本源引导，也敢强冲至尊境。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已然消失在原地。凌天道：随我来，渊儿你也跟上，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仙手段。那声音还回荡在广场上空，人却已在万里之外。你爹和你三伯不敢怠慢，连忙跟上。你也是心中一动，紧随其后，只留下广场上那一众目瞪口呆的顾家族人和观礼席上那一群已经开始怀疑认知的仙域宾客。他们今天到底是在参加仪式，还是在观看顾家的奇迹表演？顾家陵园坐落于神岛极西之地，平日里死气沉沉，但今日这片土地却被2股恐怖的气机彻底搅动。天穹之上，不知何时已汇聚起厚重的云团，一道道粗壮的紫色雷龙在云层中穿梭咆哮。这是至尊节，而且还是2场叠加在一起，威能比寻常雷节恐怖10倍不止。陵园的最深处，2座石碑前盘膝坐着2位枯槁的老者，正是顾长风与顾云岚。他们生命气息微弱，但眼眸却亮得惊人，那是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绝。这是他们此生最后的机会。2个偏执的人，一道冷哼声在天地间炸响，爷爷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陵园上空。爷爷，你出现在老祖身旁，看着下方那2位老者，心中有些触动。无妨，老祖摆了摆手，求道之路必有此劫，他们有这份心气是好事。话虽如此，他却不能真看着这2个老虎弟失败。凌天道：在，你爹和你三伯的身影出现在老祖左右，你们2人一人一个，将这本源打入他们体内。老祖手掌一翻，那团至尊本源已被他分成2团光球，飞向2人。遵命。2人不敢怠慢，身形一闪，出现在顾长风和顾云岚的身后，一掌拍在2人的头顶，轰！2团精纯磅礴的至尊本源如同甘霖，瞬间涌入2老的经脉。庞大的能量灌入，让2老齐齐发出一声低吼。他们那干枯的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得充盈，白发开始转黑，容颜重焕。但这还不够，天穹之上，那恐怖的雷劫似乎也察觉到下方的气息，变得愈发狂暴。轰咔！第1道雷劫终于落下。然而就在那道神雷即将落下的刹那，一直负手立于虚空的老祖终于动了。他只是淡淡的抬起眼皮，看了一眼那道紫色神雷，然后轻轻的吹了口气，呼！那道足以震慑强者的恐怖神雷竟然就那么消散了。你看着这一幕，眼皮直跳，这就是真仙的实力吗？老祖的动作还在继续，他似乎觉得一道一道地阻挡太慢，他缓缓伸出一只手，对着天空那片庞大无比的雷云轻轻一握，散。下一刻，让你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片笼罩了方圆数万里的恐怖雷云，竟然真的就那么消散了。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顾家能傲视群雄了？好了，碍事的东西没了。老祖拍了拍手，不过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样做需要付出多少能量。但就连你都愿意为家族贡献出至尊本源，他又有什么不舍呢？老祖转头，目光落在顾长风和顾云岚的身上，2个老家伙，基础不牢也罢，老夫今日心情好，便再送你们一场造化。说着，是2滴晶莹的金色真仙液体在空中一分为2，没入2老眉心。轰轰！在得到真仙能量的滋养后，2老的气息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体内那刚刚重塑的道基，在能量的洗礼下变得无比稳固，那属于至尊的瓶颈在这一刻轰然破碎，2股全新的浩瀚的至尊之威从他们身上冲天而起，席卷9天10地。成了，顾家再添2尊至尊，我这是。顾长风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满是不可思议。至尊，我成至尊了！30万年的沉寂，他们本以为会就此消亡，却没想到绝处逢生。多谢老祖再造之恩。2人反应过来后，齐齐对着天空的老祖行礼。老祖只是淡淡的摆了摆手，要谢就谢渊儿吧，若不是他，你们2个现在已经失败了。顾长风和顾云岚闻言一愣，随即他们将目光投向老祖身旁那个一直静静的站着的。扑通，2人再次行礼，只是这一次是朝着你的方向。长风、云岚拜见少主，少主赠予能量之恩，我2人永世不忘。从今往后，我2人的这条命便是少主的。但凭驱策，在所不辞。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那不是客气话，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誓言。册封仪式的波澜，随着顾家2位新晋至尊的诞生，彻底落下帷幕。祖龙朝龙帝、五黄山皇主等一众仙域大佬，在亲眼目睹你爷爷的手段后，现在只想快点离开，再待下去，他们怕自己的认知会彻底被刷新。一个潜力无限、气运逆天、身怀万道地身的唯一少主，一个得到仙体本源，即将闭关尝试进阶的天帝，2个得到至尊本源，从而成就至尊的长老，再加上一个本就是仙域支柱的真仙老祖，这阵容太惊人了。顾老祖、顾家主，恭喜恭喜啊！祖龙朝的龙帝第一个站起身来，脸上挤出一个笑容。贵族册封少主，此乃仙域盛世，我族中尚有要事，就不多做打扰了，先行告辞。说着，他便拱了拱手，然后立刻带着自家传人转身离去。是啊是啊，我古黄山也，我瑶池圣地也，有了第一个领头的，其他人也纷纷起身告辞。很快，观礼席上的宾客们便走得一干二净。哈哈，爽快，真是爽快！你三伯看着那些人离去的背影，忍不住大笑。大哥，你看到没？那家伙的脸都变色了，笑死我了。其他长老也是一个个面带笑容，心情舒畅。他们知道
道，一旦你爹进阶成功，仙域的格局就要彻底改变了，顾家将成为无可争议的核心。带来这一切改变的，正是你这位新晋少主。一时间，所有顾家族人看向你的眼神都变得更加的狂热。与此同时，仙域各处那些刚刚从顾家神岛回去的势力之主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下达了同一个最严厉的命令：祖龙朝。龙帝刚一回到龙宫，便召集所有龙族成员，传我龙帝令：从今日起，我祖龙朝收缩势力，所有在外游历的成员立刻回归。所有族人，但凡遇到顾家之人，无论级别，一律避让，不得有任何冲突。违令者，废除修为，严厉处置。另外，将我族宝库中那株300万年份的祖龙灵草，连同10颗龙皇丹，作为贺礼，立刻送往顾家神岛。就说是恭贺顾家少主册封之喜。龙帝的命令非常果决，下方的龙族成员听得心惊胆战。传人忍不住开口：父皇，这是不是太慎重了？那祖龙灵草可是您准备用来……住口！龙帝一声怒喝，打断他的话：你懂什么？跟顾家打好关系，比本地提升一个小境界重要1万倍。你根本不知道，今天我们在顾家看到了什么？那顾渊不是普通人，他是个奇才，一个足以让整个时代都为之震撼的奇才。当他将今天仪式上看到的一切原本的讲完，整个龙宫陷入一片死寂，所有的龙族高层都呆立当场，他们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震撼。龙族传人第一个反应过来，他脸色煞白：父皇英明，我等遵龙帝令。所有龙族高层齐齐行礼，再无任何异议。同样的一幕也在古皇山、瑶池圣地、荒古姬家、太乙仙门等所有不朽传承中不断上演。整个仙域因为你的这场册封仪式而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所有势力都明白，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另一边，外界的风暴影响不到你，此时你正和你爷爷、父亲、三伯以及刚刚突破的顾长风、顾云兰2位新晋至尊齐聚老祖闭关之地。少主，请再受我2人一礼。顾长风和顾云兰2位老者此刻已经恢复活力，再次对着你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大礼。2位长老不必多礼，你连忙将他们扶起。大家都是一家人。不，顾长风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于家族，我2人是长老，但于少主，我2人是追随者。没错，顾云兰也郑重点头。我2人的进阶是少主赐予的，从今往后，我2人的力量也只为少主一人而存。好了好了，都是自家人。你爷爷坐在青铜仙冠上，笑呵呵地打着圆场。以后你们2个老家伙就跟在鱼儿身边，当个护卫吧。有你们在，我也能放心些。遵命。2人齐声应道，脸上满是荣幸。你看着眼前这和谐的景象，心里美滋滋的。你清了清嗓子，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件小礼物，想送给爷爷。听到这话，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你爷爷在内，都愣了一下。你三伯更是一脸夸张地凑过来：好侄儿，你还有什么宝贝？你不是说没了吗？刚刚是没了，现在又有了。你笑着推开他，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中，手掌一翻，一口古朴厚重约莫巴掌大小的青铜小钟出现在你的掌心。那口钟看起来普普通通，毫无光泽。你三伯表情有些尴尬：渊儿啊，这就是你给老祖宗的礼物，这是不是有点太普通了？然而就在这时，主座之上一直从容的你爷爷，在看到那口青铜小钟的瞬间，瞳孔猛地一缩，他那枯瘦的身躯不受控制的微微前倾，那双眼死死的锁定在你手中的小钟之上，呼吸在这一刻都变得急促了刹那。他缓缓的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渊儿，拿过来，给爷爷看看。他的声音竟然带着一丝渴望。你心中一笑，恭敬的走上前，将小钟递到他面前。在你爷爷那手指触碰到青铜小钟的刹那，嗡一声，仿佛来自开天辟地之初的古老钟鸣，骤然在所有人的神魂深处轰然炸响。那悬浮在内宇宙中心沉寂了无数万年的青铜仙冠，在这一刻竟然也发出剧烈的共鸣，与那口小钟遥相呼应。一股超越了时空、凌驾于万道之上的恐怖气息从那口小钟和仙冠之上同时爆发。在这股气息面前，无论是你爹还是你三伯，都感觉自己无比渺小，他们的神魂在震颤。这是你爹震惊，先天至宝。你爷爷那苍老而颤抖的声音给出了答案。他双手捧着那口青铜小钟，就像捧着整个世界，那双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混沌青莲台为基，青铜仙冠为种，混沌仙钟为器。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寻了无数纪元都未曾找到的半生至宝，竟然一直遗落在下界。你爷爷非常激动，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喜悦。先天至宝，混沌仙钟，主镇压，钟声一响，可镇万古时空，磨灭法则。他抚摸着钟身上那古老的纹路，有了它，再配合自己的青铜仙冠，一攻一守，相得益彰，他的战力将提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好，我的好孙儿！你爷爷激动地站起身，一把将你搂进怀里，那张苍老的脸上满是欣慰。有此仙钟在手，爷爷别说护你到境界了，便是护你到巅峰，又有何难？这一刻，这位老牌真仙彻底失态了。而他身后，你爹、你三伯、顾长风、顾云兰4人早已惊呆当场，他们呆呆地看着那口散发着无上神威的混沌仙钟，又看了看被老祖紧紧抱住的你，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们顾家的这位少主简直就是大道的宠啊！被你爷爷那双枯瘦却有力的臂膀紧紧勒住，你感觉快透不过气了。爷爷，您先松开点，你的脸都红了啊！你爷爷这才如梦初醒，连忙松开手，看着你那张发红的脸，有些不好意思，抱歉。爷爷太激动了，他感慨万千，将混沌仙钟托在掌心，钟体表面的铜锈正在缓缓褪去。此钟与我本源相连，乃是我的半生之宝，待我将其完全融合，我顾家便可真正高枕无忧。你爹和你三伯等人此刻也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父亲，恭喜您寻回至宝！你爹率先上前，躬身贺喜，哈哈哈，同喜！你爷爷心情大好，
这都是渊儿的功劳。他转头看着你，越看越满意。虽然爷爷说好了几次了，但这次爷爷还是想再说一次。渊儿，你想要什么重赏，尽管开口，只要是这世上有的，爷爷都给你弄来。这话说的霸气无比，你心里乐开了花，但嘴上还是很谦虚。爷爷，这都是我该做的，能为家族出一份力，是孙儿的荣幸。再说了，您刚才不是已经答应我，以后但有所求，无有不允了吗？这可是真仙的承诺。这话说的得体，又捧了你爷爷一手。果然，他听完笑得更开心了。你这小子就是讨喜。他点了点你，随即神情一肃，对众人说道：好了，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明天你即刻去闭关，那不灭仙体本源，越早融合越好，不成真仙，不许出关。是，父亲。你爹郑重点头。长风、云岚，你爷爷又看向另外二人，你们两人刚入至尊，境界未稳，从今日起便留在境地，由我亲自指点，顺便也替渊儿护法。遵命。二人齐声应道，脸上满是喜色。那我呢？你三伯指了指自己。你爷爷想了下，大袖一挥，一道精妙的至尊本源飞出。这是长风、云岚两人突破后剩下的一部分，你且拿去炼化，应该够你突破到18境巅峰了。谢谢老祖。你三伯笑着应道。至于渊儿你爷爷最后看向你，眼神慈爱。你刚突破辟窍境，根基厚实，但这口混沌仙中，我先替你温养着，待你踏入神道领域，再交于你。这段时间，你便安心在我的内宇宙中休息。是，爷爷。你乖巧点头，安排好一切。你爷爷便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可以散了。很快，这片星空下便只剩下你和你爷爷两人。行了，你也去吧。你爷爷笑着说道。去挑个地方，把你的不死行宫安顿下来，以后那里就是你的领地了。多谢爷爷。你行了一礼，转身便朝着内宇宙深处飞去。你将不死行宫安放好后，独自一人走进行宫最核心的主殿。你靠在宝座上，心念一动，系统丁诸天度假系统，小爱结成为您服务。检测到宿主已圆满完成上一次度假任务，正在进行任务结算，结算完毕，恭喜宿主获得完美评价。新的度假世界正在随机筛选中，筛选完毕，传送门已生成，可随时开启。世界类型上苍之下，世界名称九州3000道州，世界背景此界乃仙古纪元与异域大战后被打残分裂的一块主大陆，大道残缺，法则不全，然强者难觅。一处尘封无尽岁月的仙古遗地即将开启，其中疑似有世界树的踪迹以及进阶之秘，各大道统闻风而动。一场席卷3000道州的风暴正在拉开序幕，是个十分适合旅行度假之地。主线任务1，在仙古遗地中获得世界树幼苗，奖励真仙经文。主线任务2，平定此次仙古遗地开启引发的纷争，奖励真仙道果。终极任务，让故自之名响彻九州上界。任务奖励完整仙王经一部，失败惩罚无私。饶是身为顾家少主的你，在看到这3个奖励的时候，心脏还是猛跳几下。真仙经文、真仙道果、完整仙王经，这3样东西，任何一件拿出去，都足以让整个仙域彻底封口。这系统是真下血本吧？你咂咂嘴，眼神变得火热起来。看来这个叫3000道州的地方，资源不是一般的足。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的位格毫无疑问要比玄天大陆高出不少。9州、3000州，你仔细看着系统给出的世界信息，仙古纪元大战后被打残的一块主大陆，大道残缺，法则不全，听起来比上次那个玄天大陆还要特殊。仙古遗地进阶之秘，你的嘴角微微勾起，去，必须去，不但要去，还要像上次一样风风光光的去，安安全全的回。自己一个人跑去那么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不知道底细的天骄抢东西，开什么玩笑？你是去度假的，不是去冒险的。有全家最顶级的力量不用，非要自己一个人去玩单机，那是傻子。这么大的事，光靠几个至尊不够用啊，怕是有点悬。你开始盘算起来，上次玄天大陆最强的也不过是走了歪路的18境，三国一个人就足以平定，但这次这个3000道州，听起来水就深多了。虽然介绍里说强者难觅，但那只是难觅，不代表没有，必须摇人，而且要摇就摇最稳的。你爹闭关，指望不上了。你三伯也被抓去修行了，那能找的就只剩下你的眼睛猛地一亮，你想到一个人，一个全家最悠闲也最强最宠你的人。嘿嘿，我爷！你猛地从宝座上站起来，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上次发现新世界，你只敢去找老爹，这次不一样了，你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唯一少主，在家族里的话语权今非昔比。且你刚刚才献上混沌仙钟，让你爷爷非常开心，还许下但有所求，无有不允的承诺。这承诺不用白不用啊！青铜仙冠旁，你爷爷正盘膝而坐，双手捧着那口混沌仙钟，哈哈哈！快了，快了！他抚摸着钟身上的纹路，嘴里念叨着：待老夫将你完全融合，这天上地下，谁还敢与我顾家为敌？就在这时，一道流光从远处飞来，落在他不远处，正是你。渊儿，你怎么又回来了？你爷爷看到你，脸上的笑容愈发慈爱。孙儿拜见爷爷。你走上前恭敬行礼。行了行了，一家人别搞这些虚礼。你爷爷摆了摆手，拉着你在自己身边坐下，关切地问道：是不是修行上遇到什么问题了？那倒没有。你摇了摇头，然后搓了搓手，压低声音说道：爷爷，孙儿好像又有新发现了。你爷爷眉毛一挑，来了兴趣。上次你说有新发现，就给家族带来一个完整的世界，还让他寻回了混沌仙钟。这次说来听听，又有什么新发现？你深吸一口气，用一种带着几分惊喜的语气说道：爷爷，就在刚才，孙儿在行宫里入定，神魂与这方内宇宙交感，竟然又在冥冥之中感应到一个极其遥远的世界坐标，又感应到一个新世界。你爷爷的眼神瞬间就变了，一次可以说是运气好，但这么快又来第二次，你这小子真是个福将啊！你爷爷忍不住感慨一句，他现在真觉得你气运无双。快跟爷爷说说，这次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情况？根据孙儿的感应，那个世界
好像有点特殊，你故意卖了个关子。那方世界似乎是在一场极其古老的大战中被打残了，大道不全，法则残缺。听到这话，你爷爷眉头微微一皱，残破的世界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但是你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起来。那个世界虽然残破，但底蕴似乎极其深厚。孙儿在感应中听到了仙骨、世界树、境界之秘这些词。轰！仙骨、世界树、境界之秘这3个词让你爷爷瞬间变了神色，他猛地从青铜仙冠上站起来，一把抓住你的肩膀，那双眼中爆发出璀璨光芒。你说什么？世界树、境界之秘？他的声音都在颤抖。渊儿，此事非同小可，你确定没有感应错？孙儿也不敢100%确定，你露出一副探索的表情，但那感应清晰无比。孙儿甚至能模糊地感知到，在一片名为仙谷一地的地方，似乎正有一场巨大的变故在酝酿，无数的道统和奇才都在为那所谓的世界树和境界之秘而狂热。听完你的描述，你爷爷陷入长久的沉默。一个残破的仙谷世界，一个即将开启的仙谷一地，一株疑似存在的世界树幼苗，一场关乎未来的大机缘。这意味着一场泼天的富贵，一场足以让真仙都为之异动的机缘。如果说的是真的，那这株世界树幼苗必须拿到手，说不准自己都能借此机会成就更高。想到这里，即便是以你爷爷的心境，也不受控制的加速。爷爷，你看着他那思索的脸色，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你爷爷回过神来，看着你，眼神中充满无法言喻的喜爱。好啊，他用力地拍着你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好孙儿，你简直就是大道的恩赐。爷爷，咱们还是关注这份机缘。你爷爷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容置疑的霸道。爷爷，那个世界听起来水好像有点深啊。孙儿担心光靠长风长老他们会不会镇不住场子，要不这次您老人家亲自陪孙儿去一趟。你大着胆子说出自己的最终目的，您就当是出去走走散散心，顺便帮孙儿把那什么世界树给拿回来，种在我行宫的后院，您看怎么样？天哪，听到你这番理直气壮的话，你爷爷也是一脸无奈又好笑，让一尊真仙陪他去下界，这话也就你敢说？他伸出手指宠溺地点了点你的额头，你这小机灵鬼，算盘珠子都快想到爷爷耳朵里，想让爷爷给你当保镖就直说。你嘿嘿一笑，也不否认。那爷爷您是同意了？你顺着话问。同意，当然同意。你爷爷一口答应下来。别说一株世界树，就是天上的星辰，只要我孙儿喜欢，爷爷也给你摘下来。然而还没等你高兴，你爷爷却话锋一转。不过渊儿啊，这次爷爷怕是真去不了了。你脸上的笑容一僵，为什么？你爷爷叹了口气，颇有些无奈。真仙之所以为仙，便是因为自身已经超脱于下等世界的天地法则之上。我若真身降临到一方下界，尤其还是你所说的那种残缺的古界，其结果就像你把一座巨山丢进一个气泡，那气泡会瞬间破碎。爷爷，我最多就是像之前在玄天大陆那样，在关键时候为你提供支持。你听完张了张嘴，差点忘了这茬。那怎么办？你挠了挠头，有些发愁。王牌用不了，这让你有点没安全感。爷爷，既然您老人家不方便亲自降临，那咱们就还按上次的规矩来。你立刻有了主意，您给我调拨100万大军，再多找几个至尊长老跟着，咱们直接大阵仗过去。谁知你爷爷听完却再次摇了摇头。渊儿，上次那玄天大陆本就是一方混乱之地，可这次这个3000道州不一样。听你的描述，那里传承未断，是有一个文明体系的世界。你爷爷的神情严肃起来。我们顾家虽然强大，但不是鲁莽，为了一个机缘就贸然发动一场跨界之战，这种事我们顾家不轻易做。不过你爷爷顿了顿，眼中金光一闪，你感受着那一道道冲天而起的至尊之威，听着族人的惊呼，心中也是豪情万丈。这就是你的家族，这就是你最大的底气。当老祖那道法只传遍神道，整个顾家这台精密的机器再次以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运作。与上次不同，这一次的动员显得异常沉稳，没有大军的集结，没有嘈杂的声音，有的只是一道道自神岛深处苏醒，所以让万道都为之战栗的恐怖气息。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老祖的内宇宙中10道身影无声无息的浮现，他们形态各异，有身穿古老战甲，气息如海般磅礴的老者，有手持阵盘，眼中仿佛有亿万星辰生灭的高手，无一例外尽是踏入18境至尊领域的强者。而殿外还恭恭敬敬地站着100位身穿制式甲胄，气息渊深如海的修者，他们便是顾家真正的精锐隐卫，每一位都拥有17境至圣境的修为，10位至尊，100位至圣，这样一股力量，若是放到外界，足以横推任何一方势力。但此刻，他们却如最忠诚的战士一般，齐刷刷地对着老祖以及你行礼，我等拜见老祖，拜见少主。那整齐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你站在老祖身旁，看着眼前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心脏也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几下。这就是顾家真正的底蕴吗？都起来吧！你爷爷淡淡开口，今日唤醒尔等，只为一事。这位是我顾家唯一的少主顾渊，拜见少主。10位至尊，100位至圣再次齐声喝道：从今日起，你们的任务便是作为少主的亲卫，护他周全。少主将前往一处名为3000道州的残破古界，寻找机缘。你们要做的便是扫平一切障碍，确保少主此行平安无事。少主的安危高于一切，少主的指令便是最高指令，听明白了吗？遵老祖令，我等誓死护卫少主周全。众人齐声应道，气势如虹。你爷爷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那10位至尊中手持阵盘的中年顾玄策。老祖，中年上前一步，此事由你来统筹。你爷爷吩咐道，此行以稳健为主，构建稳定的道门，需要多久？顾玄策闻言，立刻催动手中阵盘推算，片刻后沉声答道：回禀老祖，那方世界大道残缺，若要构建一座足以支撑我等安全隐秘跨界的通道，至少需要30日时间。30日？你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有点慢了。你上前一步，那个爷爷，玄策伯伯，关于传送门的事情，或许我能帮上点忙。你爷爷饶有兴趣的看着你，上次是为了我顾家大军，其实我前往那方世界，并不需要家族搭建传送门。你爷爷瞬间领会，那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渊儿，你的意思是？
是，你与那个世界的联系能做到自行开启通道的程度。差不多。轰！此言一出，全场皆惊。那10位至尊，包括阵法高手顾玄策，全都如同被定住一般，自行开启跨界通道。开什么玩笑？渊儿，此话当真？当然。你微微一笑，心念一动，小爱，开启传送门。叮，通往3000道州的度假专线已开启，祝您旅途愉快。嗡！就在你话音落下的瞬间，你面前的虚空荡起一圈圈涟漪，紧接着，一道由无数星光与符文交织而成的门户凭空浮现，一股超越了此界常规的恐怖空间波动从中弥漫而出。在这股波动面前，顾玄策这位至尊只觉得自己所学显得有些浅薄了。他痴痴地看着门户表面流转的深奥符文，这是神迹，这是行走于诸天的奇迹。他惊叹不已。好小子，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玄妙？你爷爷看着你风轻云淡的侧脸，心中掀起巨浪，随即化为无尽的骄傲。爷爷，各位长老，门已经开了。你转过身，对着众人做了个请的手势，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你爷爷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大手一挥，喝道：好，既如此，那还等什么？全军即刻出发！不能就这么出发。突然，顾玄策急切地冲出来，他指着那道门户，激动万分。老祖、少主，此门乃是奇迹，请容我在此观摩3日，只需3日，我便有把握将我顾家的道门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你爷爷闻言也是心中一动，看向你，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你想了想，那个一地开启在即，但也不差这3天。可以，你点了点头，那就3日后我们再出发。多谢渊儿。顾玄策大喜过望，堂堂至尊竟对你行了个重礼，在他心中，你已不单单是少主，而是他修行道路上需要仰望的先驱。玄策伯伯言重了，你笑着将他扶起，认真道：咱们都是一家人，能让家族的力量得到提升也是好事一桩啊。这话说的格局瞬间就显现出来了。你爷爷在一旁看着，抚须微笑，眼中满是赞许。好了，玄策，既然渊儿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便好生感悟。老祖发话了，3日之后我们准时出发。是，老祖。玄策定不负少主厚望。顾玄策再次对你行礼，然后便迫不及待地盘坐在那座神异的门户之前，整个人都进入到一种入定的状态。行了，都散了吧。你爷爷对着其他9位至尊和那100位暗卫挥了挥手，3日后在此地集结。遵命。众人齐声应道，然后便各自隐去。一时间，这片浩瀚的星空只剩下你和你爷爷2人。渊儿，你这随手开门的神通，是你那长生仙体觉醒的能力？你爷爷好奇地问道。一半一半吧，也有可能是长生仙体与3000微型世界产生的反应。你随口找了个理由。你爷爷拍了拍你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此事乃是你最大的秘密，除了爷爷，切不可再对任何人提起。孙儿明白。你郑重点头。去吧，这3日你也好好准备一下。你行了一礼，转身离去。看着你离去的背影，你爷爷的目光再次落向那座门户，眼神变得无比深邃。渊儿的未来或许比我预想的还要更加宏伟啊！3日时间弹指即过，你悠闲地坐在自己的不死行宫里，喝着小酒，看着道士们弹奏。说实话，看了18年，有些看腻了。3日后清晨，当第一缕光芒照亮内宇宙，盘坐在门户前的顾玄策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前所未有的兴奋。轰！一股更为玄妙的阵法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成了，我明白了，哈哈哈！顾玄策仰天大笑。仅3日感悟，他感觉自己的阵道领悟大增。他有信心，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甚至能布置出更强的阵法。玄策，恭喜道友，修为大进。其他9位至尊的身影也陆续出现，看着气息大变的顾玄策，眼中都流露出惊讶。哈哈哈！同喜同喜！顾玄策收敛气息，快步走到刚刚出现的你面前，再次行礼。玄策，拜谢少主。玄策伯伯言重了，你笑着将他扶起。你爷爷满意地点了点头。时辰已到，准备出发吧。是。顾玄策应了一声，对着门户轻轻一点。嗡！那座门户骤然变得清晰，一股稳定而磅礴的空间之力散发而出，将内部狂暴的气流彻底抚平，化作一条平坦的星光大道。老祖、少主，通道已稳固，随时可以出发。好，你爷爷转头看向你，最后叮嘱道：渊儿，记住，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凡事不可逞强。孙儿明白。去吧。你对着老祖行了一个大礼，然后实力深厚的顾临江带头，第一个进入，直到对面传来安全的消息后，你才没有犹豫，转身迈步踏入那条通往3000道州的星光大道。在你身后，顾长风、顾云兰2位护道人寸步不离，在之后是以顾玄策等7大至尊，以及那100位气息渊深如海的暗卫，他们如同最忠诚的影子，悄无声息地跟随你的步伐，跨入那扇门户。随着最后1名卫士的身影消失，那座神异的门户也缓缓消散。你爷爷静静地站立在星空下，目送你们离去，许久才发出一声叹息，希望这群家伙别让渊儿失望啊。他转过身，重新坐回青铜仙冠之上，那口古朴的混沌仙钟再次浮现在他的掌心。在渊儿回来之前，老夫也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彻底融合了。届时若真有不开眼的家伙感动我孙儿一根毫毛，你爷爷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本座不介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混沌中响，万道成灰。穿过那条星光与符文构筑的通道，你只觉得眼前光怪陆离，不到一息，脚踏实地的感觉传来，一股荒凉的气息扑面而来。你睁开眼，打量着四周，天空是灰蒙蒙的，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巨大裂缝横亘天穹，大地是暗红色的，破碎干涸，寸草不生，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煞气，以及一种法则崩坏后的腐朽味道。这里就是3000道州。你身后，顾长风、顾云兰等人的身影陆续浮现，好浓的煞气，看来此地曾经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变故。大长老顾临江一眼便看穿此地的本质，大道残缺，法则紊乱，果然如少主所说，是一方残破古界。顾玄策闭上眼，感应着天地法则，脸上露出一丝嫌弃。这种地方能有什么机缘？一名性格粗犷、名为顾战的至尊有些不屑地说道。然而他的话音刚落，队伍中一名卫士忽然发出一声轻呼：怎么了？顾临将目光扫过去，那名卫士脸上带着几分惊讶，回禀大长老，属下感觉自己的寿元好像增长了一丝，寿元增长了一丝。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站在这里什么都没干，寿元就自己增加，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感应错了？顾战皱眉问道。属下也不确定。然而就在这时，
时，另一名卫士也发出同样惊讶的声音：“不对，不是错觉，我也感觉到了，我也是，我的生命本源确实壮大了一丝。”一时间，那100名暗卫全都震惊了，真的不是错觉，他们那本已固定的寿元，此刻竟然真的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增长。这一下，就连那10位见多识广的至尊也无法淡定，怎么可能？难道这空气中蕴含着某种药力？他们纷纷释放神念探查，试图找出那股神秘力量的源头。这是什么东西？顾灵江作为此地最强的至尊，迅速发现端倪，他伸出一只手，掌心之中，一缕缕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气流正在缓缓汇聚。那气流呈现出淡淡的金色，散发着一股古老、沧桑却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气息。不朽，这是不朽的气息。顾灵江的身体猛地一震，那双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我明白了，这是不朽物质。传说中，仙古纪元，天地间充斥着一种名为不朽物质的东西，天生生灵沐浴其中，可得长生。原我太古仙域也有，只是后来随着时间被逐渐磨灭，而今也就只有真仙级存在体内才能产生一丝不朽物质。原来传说竟然是真的。不朽物质这4个字，让在场包括至尊在内的所有人全都震惊当场。他们呆呆地看着顾灵江手中的那缕气流，呼吸在这一刻都变得无比急促。不朽物质，那只存在于最古老典籍中的传说之物，据说那是构成更高层次生命的基础。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亲眼见到，而且是遍地都是。发了，这次真的不虚此行。顾战至尊此刻也激动得浑身颤抖，他感觉自己的肉身正在发生一种奇妙的反应，在这种地方修行，简直如虎添翼。何止？顾玄策更是激动，若能将此地的法则与这不朽物质一同领悟，我顾家的底蕴将更加厚实。一时间，所有顾家的强者都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惊喜与震撼之中。这分明是一座价值无法估量的无上宝库。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的时候，作为这支队伍绝对核心的你，却只是静静地站着，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因为你的感受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当那股所谓的不朽物质涌入你体内的瞬间，你那沉寂的长生仙体仿佛遇到了源泉，一股前所未有的渴望从你血脉的最深处轰然爆发。你体内的3000个窍穴世界在这一刻齐齐震动，那尊万道地身更是猛地睁开双眼，爆发出璀璨的神光。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长生仙体正在以一种近乎贪婪的方式疯狂地吸收着这片天地间的不朽物质。你的根基、你的本源、你的道，都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变得更加凝练、更加强大。更重要的是，你的寿元，你那本就悠久数倍的寿元，此刻正在以一种堪称恐怖的速度疯狂增长。你甚至产生一种感觉，仿佛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一直这样存在下去。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你的心头缓缓升起。这种感觉，你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连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火热。如果我能在此地突破，我的寿命或许将不再有尽头，成为一尊真正长存的不朽者。